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第37届团结金曲奖团结大道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陈朝伟。哇，你看现场呢，今日人山人海，闹热非凡。因为随咱台湾传统艺术界一年一度的盛会就要开始了。今年的传艺金曲奖，我们以主题境界 Locking 漫游37，就是呢要带大家展开一段充满惊奇以及刺激的旅程。那么在不同的世代以及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里面，我们从每一个作品、每一段演出，要来看见台湾传统艺术向前推进的生命力。那么呢，今天离咱的传艺大道，不是跟我一个主持人尔呢。我的小弟呢陈梦贤，要和我做伙来欢迎诸位贵宾，以及呢见证着咱台湾传统艺术各位创作者和表演者的大师风采。奇怪，我的小弟明贤，你在哪里？你在何处呀？哎呀，我的家！大家好，我是陈梦贤。今晚踏上传艺大道的每一位嘉宾，都是过去这1年来在舞台上、在幕前幕后努力耕耘的艺术工作者。今晚他们将带着自己的作品、期待还有满满的热情，迎接今晚的荣耀。所以不容错过今晚第37届传艺金曲奖传艺大道及颁奖典礼，于东风卫视37频道、传艺金曲、三立新闻网、宝岛声人大、公视台语台、FB、YouTube 共同直播，诚挚邀请所有台湾关心传统艺术的朋友一起登入传艺境界。妙在妙在呀！哎呀，阿兄你来咯！是咯，所以现主持第37届团结金曲奖传艺大道正式开始。哇，小弟不知第一组要行咱传艺大道红毯的贵宾究竟是谁呀？欢迎今晚第一组踏上传艺大道的嘉宾，正是今晚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的主持人蔡昌宪以及姜老师。2位今晚造型惊艳全场，活力四射的破译吉祥物蔡昌宪及优雅灵动的古典乐小妖精姜老师，携手担纲典礼主持，陪伴大家见证传统艺术的荣耀时刻。期待2位会在典礼上擦出什么精彩火花。一个刷的人呢，已经真侪粉丝引颈期盼。以万里海影一边，一举入围5项大奖的谭美云歌子戏剧团，谭老师呢跟团员们现在来到现场了。那么现场呢，真侪咱的粉丝就早的来卡位了哈。为了看到咱的偶像，每一次呢，唐老师的演出都带给大家感受传统艺术在当代持续发光的生命力。接下来步上红毯呢，是以作品《璀璨巴赫》。巴赫新上剧入围最佳艺术音乐专辑奖、最佳演唱奖2项大奖的台北室内合唱团。作品以精湛的合唱演绎巴赫经典清唱剧，透过细腻的和声与丰沛的情感，展现古典音乐跨越时代的永恒魅力。也祝福今晚能顺利抱回大奖。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典礼主持人蔡昌宪姜老师。研究生，哇，2位犯规了哈！这个造型呢，完全把我跟梦贤压死死的。拍姐，应该你说的是他这位的部分吧？姜老师的部分，武则天你都给它出来啊！武则天的部分这个东西，你们知道其实武则天算是那个时期的艺文总监吗？他会举办大乐团、办大秀，然后他会自己作词作曲。没错，对。所以我今天算是要有带一个女帝的精神来传艺金曲奖，让大家知道今天典礼有多酷、多好玩。那么第38届的传艺金曲就交给姜老师来承办了。没啦，因为伊要看综艺啊，没啦。所以我算是指挥官，请他冷静。不是，气氛拉起来，最后这一支指挥棒了。这不是指挥棒，这是什么？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法棒。因为我就是要把你治得好好的。反正今天典礼就靠我们2个把情绪起起伏伏就交在我们这个指挥棒的手中。不是，一位是皇帝，一位是指挥家，2位这么跳动的组合。今晚典礼会不会有设计什么惊喜？可以偷偷跟我们透露一下吗？因为可以说是传艺金曲，我们就是把服装上做一些融合。因为我觉得舞台上有很多融合的东西，因为我们2位其实是在不同圈子，对，题材得啦，所以我们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火花在每一次串场里面，给大家不同的惊喜。讲得非常好。那我个人很期待，就是说今晚的典礼到底谁指挥谁，谁驾驭谁，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掌声谢谢我们的姜老师跟蔡昌宪，谢谢，这边请。
哎呦，弟弟，咱的偶像来呀啦！欢迎唐美云歌仔戏团，欢迎唐老师，哇，唐老师好。哇，唐老师每次阵仗都非常的大，非常的有气势，而且我们唐老师可以说是传艺金曲的常胜军呐。加多北苏拉领导会照卡港换啊，谢谢。而且呢，这一次又入围了5项大奖，想问一下唐老师，你现在心情如何？心情很感谢，谢谢评审，很感恩，然后也感恩我的团队们，像今天我们小咪老师，还有我们的编曲，他也有入围季君达，以及我们后面这一排唐美云歌仔戏团优秀的年轻人小糖果们。我想今天晚上所有的荣耀，还有所有的成绩是属于大家的，还有很多很优秀的幕后设计群老师们。是。那我个人呢，要再次恭喜唐老师第4度入围最佳演员奖。是。那贵体呢就是有拿过2座，对不对？对。所以要再战传艺金曲，老师出席出曲心情如何啊？真应该平静，因为小蛋要表演，所以爱平静。哎呦，老师一人打过来叫你来看麦了。是。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唐老师跟你的团队可以一举夺下所有大奖。感谢祝福，表演非常的顺利。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接下来走上传艺大道的是新传歌仔戏剧团的年轻新星郑丽蓉和团员们。郑丽蓉以《风心蹦温翁喜柱》入围最佳青年演员奖。这出戏极度考验老生的唱念、身段与内心挣扎，展现出文戏武作的张力，在情感与表演之间展现丰富层次。也预祝他今晚能顺利抱回讲座。紧接着踏上红毯的是简承轩、杨元硕、东京角城管乐团的乐麦团队，由台湾作曲家创作，日本东京角城管乐团演奏，透过音乐跨越语言以及地域的界限，凝聚城市的脉动与土地的记忆，让世界听见台湾。欢迎台北室内合唱团！哇，欢迎老师们！老师好，想请问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演出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呢？有，我们马上11月16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就有台北室内合唱团整场的音乐会。哇，这个绝对非常精彩，而且像我本人也是非常喜欢听合唱团，届时呢有空的话一定到场买票支持。欢迎也一起参加合唱团。哎，没问题哦。那么先预祝老师今晚顺利拿奖。谢谢老师，这边请。让我们欢迎郑丽蓉老师。哎呦，阿莹哎，阿莹，今仔是来唱歌舞厅的哈，哇，穿甲安尼来不灵不灵呐哈。阮阿莹真正是少年英雄。是。但是我足好奇的呢，人迄少年人一般拢会想要演导的小生，也是非常漂亮的小段。但是你遐尔少年，那想要挑战老生这个角色？26岁尔呢，你甲看卖。因为我就感觉讲老生甲初教这个角色较有内涵，我就想要挑战的，所以我为细汉就开始为这个初教来打拼。是，这个囡仔算啊真打拼啦因为知讲咱的初教跟老生呢怕后继无人，所以呢身先士卒，把自己呢养成了一个非常实力派的老生演员。那么预祝咱的阿莹今天可以得奖，把奖杯呢恭迎咱的第家历代祖先，好不好？来，再次的恭喜，谢谢老师，这边请。当我变成你，才懂你内心的世界，叛逆的灵魂。欢迎入围评审团奖的换你哪吒团队，皮影戏与现代剧团的跨界合作，透过光影艺术重新诠释了哪吒经典神话，带领大小朋友在欢笑与感动中珍惜彼此的陪伴。接下来走上传艺大道是钢琴家林家宏，以作品《林家宏拉摩键盘组曲》入围最佳演奏奖。从法国巴洛克时期的经典作品出发，透过细腻的触键与音乐诠释，带领听众感受古典作品的现代舞台崭新生命。也期待今晚能获得好成绩。让我们欢迎乐麦团队来到我们的坊区那么这一次呢，乐麦团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跨国合作。那想请问我们的制作人什么样的契机呢，让你决定跟我们的东京角城管乐团这么遥远的距离，以及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呈现这张专辑？好，是因为我们团队大概我们的团员们在国高中的时期都有听过东京角城管乐团的演出，那也促使我们走上音乐这条路。
所以在我们用音乐讲脉络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东京就是我们第一个起点。哦，原来是如此啦哈。那这次的作品呢，跟顶尖的日本乐团合作，又要把台湾的音乐语汇融进西乐的编制里面，哇，这个过程一定非常的不容易。我想问一下我们陈轩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路走来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呢？那我们在跟东京角城在合作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可以感受他们敬业的态度。那我觉得这张专辑呢，在这次可以入围，是对于我们管乐圈来讲是件非常大的事件。那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一次的金曲奖有很好的表现。谢谢。好，谢谢老师，也预祝今天可以顺利得奖。谢谢3位老师，这边请。接着呢，我们欢迎换换你哪吒想做剧场的团员们，我们的团队。哇，老师这边请。老师好，老师，那想请教一下，换换你哪吒呢？这个导演跟制作的方式呢，常常用这个跨界的方式去讲人跟人之间的情感。那当初会选择跟永兴乐皮影剧团合作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因为我们非常觉得现代戏剧当遇到传统的时候，就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出现。那皮影戏其实只有传统只剩高雄才有。对。那我们在跟高雄的历史一起创作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个偶戏它跳起来，或者在光的照射之下出现的影子，它好像就是我们内心的阴影或者我们的恐惧。所以当这些东西互相凸显出来，就可以跟孩子们一起来讨论什么是成长，什么是长大。哇，老师分享很丰富，连我自己都想把整部作品完全看过一次了。可以听得出来，老师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他的作品。没错。那么也谢谢老师哦，哈，谢谢老师，我们这边请。那么接下来走上传艺大道的是，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的第一集的 Legitimate Jazz Volume 1，以作品入围的最佳跨界音乐专辑奖。团队将熟悉的古典旋律遇上爵士大乐团的摇摆节奏跟即兴演奏，碰撞出的令人惊喜的全新声响，展现音乐跨界风格，突破框架的无限可能。现在在我身边的是林嘉宏老师。哇，这也是非常年轻的音乐家呢，哈，好像看起来应该跟我年纪差不多。这个多了哈。想问一下老师拉摩是法国巴洛克键盘音乐的代表人物，作品风格细腻又充满装饰音的美感。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老师呢想挑战这一把键盘组曲呢？因为我自己是留法的，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很喜欢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所以就想说，那音乐会就弹奏拉摩的作品，让更多台湾人认识这个作曲家，然后就把这个音乐会的内容现场演出录下来，这样发行专辑。没错，我自己觉得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是古典音乐里面最原汁原味，但是也最难呈现跟演奏的。那么相信嘉宏老师可以凭借自己的演奏实力顺利夺下大奖。谢谢老师，这边请。女王来了哦。好，接下来走上传艺大道的是今晚备受期待的重量级嘉宾，恭迎女王登场。哇！魏海敏老师带着作品《女王的名字》来角逐今晚的最佳演员奖。作品展现女性角色在舞台上的生命力量，透过精湛的唱腔与细腻身段，展现京剧艺术的深厚魅力。祝福老师今晚能顺利得奖。让我们欢迎团长跟台北爵士大乐队。哇，老师们这次呢把古典跟爵士融合在一起可以说对我们音乐圈的贡献很大。那想跟陈玉团长请问一下，当初什么契机想把古典跟爵士这两个完全不同风格的乐种融合在一起呢？其实我自己本来就是很喜欢古典音乐，是对。那当然，主要的演奏的风格是爵士音乐，可是我觉得把这两个音乐风格都是很有深度的音乐风格，如果可以融合在一起的话，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觉得这个结合非常的好哈，让这个原本可能大家觉得硬邦邦的这个主题呢，把它软化了哈。那老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哈。这个呢，爵士啦，对，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爵士，因为爵士听起来就让人想要摇摆的感觉。团长和伙伴们除了专辑，也做了很多现场的演出。他想可以跟我们聊聊，到底是怎么把古典变成爵士？那其中有什么困难点吗？困难点就是最主要就是他们的节奏其实是不太一样。对，所以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的这个摇摆
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个摇摆的元素融入到古典音乐里面，然后以及即兴的这个元素融合到古典音乐里面。对，我觉得可以把摇摆的爵士乐融合在比较100亿的古典乐的这个小节数的这种规范里面哈，这个真的是功德无量，让大家去呈现2种乐感的。而且我很好奇，我旁边这位诸葛亮大哥，你有没有什么感言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火派啊，火派是什么？活派哦，真的是不简单啊！那么也谢谢老师们如此有朝气的团队，预祝晚上顺利夺下大奖。这边请，谢谢。让我们欢迎魏海敏女王。哇，女王驾到！哇，首先恭喜啊，我们女王的名字荣获第2届台北戏剧奖，拿下年度最大奖最佳戏剧奖。啊，小贤子在这里先跟老师您请安呐。哦耶，谢女王，真的一直很佩服老师啊，始终遨游在传统与创新之间。而且呢，女王的名字这次挑战了非常多不同的角色，想问一下老师，这次哪一个角色让你最有共鸣呢？其实每一个角色我都觉得很棒，而且呢，很奇怪的就是，当你变成另外一个角色的时候，那一件事情就变成我也是对的。哦，你懂的意思吗？是，就是我本来是慈禧，那么我就会觉得珍妃不听话，光绪不听话。但是当我变成光绪或者是珍妃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很有理啊。哦，就是角色的换位思考。对，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角度来出发，所以这个戏呢，我觉得是特别把这个部分跟传统戏曲结合在一起，然后又有一个新的这种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组合吧。是，那老师呢？小贤子问完，小伟子有问题要问你，你也有问题呀？当然了，我们老师呢挑战了古今中外那么多的角色，比如说马克白夫人呐，那么还有慈禧3太后等等的哈。有没有什么角色是你最想挑战，但至今还没有机会饰演？可以透过这机会呢，跟我们的现场的导演跟编剧来精神喊话一下。我只想说呢，我从那个1986年的《欲望城国》，我首先演了这个坏女人之后啊，我打开了我自己的一个视野，也就是说，我不怕演坏女人。哦，也就是说呢，所以现在任何的角色我都可以想办法去驾驭，所以呢，大家不要害怕，可以来找我啊，任何的角色我应该都可以把它演好。对，听了老师这样激励之后，我接下来的愿望就是想演卡门荡妇了哈，各位好，希望呢我们的魏海敏老师呢能够顺利拿下大奖。然后呢，我们第37届传艺金曲奖传艺大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谢谢。
欢迎回来第37届传艺金曲奖传艺大道的现场。哇，哥哥，是我头呢，安尼近距离访问到女王哦。嘿，哦，何家仔我背里有够当，哇，那个气场真的是有够强。这是有影，但是小弟你不用惊吓，因为呢，刷落来要行传艺大道的重量级贵宾，会使讲愈来愈多啊。是啊。接下来步入红毯的是由郑荣兴老师带领的永恒工作坊以及庆美园乱团剧团团队，他们可说是今晚的入围大赢家之一。4部作品一举入围8项大奖，高产量更有高品质。荣兴工作坊一次次以精彩作品证明实力，祝福今晚能满载而归。接下来欢迎作曲家李元珍老师，以客家新世界中的思想阿里山的歌声入围的最佳作曲奖，融合东西方的音乐风格，细腻的管弦乐色彩，描绘了阿里山与部落的景致，展现浓厚的台湾风土意象，也透过音乐回应历史与文化。预祝老师今晚顺利的抱回讲座。紧接着是博优作许博昂导演带领剧团伙伴以作品《暗夜花香来》来到今晚的传艺金曲奖。作品透过细腻的舞台呈现与演员精彩诠释，展现剧场创作的深度与魅力。本剧更让张欣怡、吴艺轩2位当红小天王双双入围最佳青年演员奖，展现新世代表演者的亮眼实力。让我们掌声欢迎郑荣兴老师他们所有的工作团队。老师好，老师好。这一把先公布呢哈。那荣兴老师，我个人哈在调阅了你很多资料之后呢，发现我真的很佩服你对这个客家戏的这个传承，而且传承之余呢，还把这个功夫放给下一代。那一路走来呢，什么样的一个精神指标让你愿意在这个传承的道路走下去呢？基本上我是从我祖父母的手上传承的，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传统艺术、传统戏曲，必须是一代一代要传承下去。所以呢，不管环境有多困难，是我们从上一辈的手中传过来，我们也要传下去。是老师的精神呢，也完全承袭了客家人那种不认输，然后呢辛勤努力的这种精神啊。刚讲精神，刚讲精神，哎呀，老师讲得好标准。是的，老师对于传承呢也是不遗余力，而且老师几乎年年都有作品入围，获得评审的肯定啊。今年的最佳影音出版奖更有3%的得奖几率。哎呦，想问一下我们郑一佩负责人，今晚如果有一个作品得奖的话，你最想要哪一部作品得奖？手心手背都是肉哦，好好回答，好好回答哈。老师压力来了。好，我吗？我当然是希望就是每一个作品得奖，我都很开心。太官方了。老师不行，3个一定要选一个。对对对，一定要选一个，一定要选一个，不然我不放你们。那我就希望那个天水关得奖，好吗？好，没问题。许愿喽，现在许愿喽。祝你心想事成，好不好？谢谢我们荣兴工作坊的老师们，还有预祝你们今天呢，任何一个大奖都可以能囊瓜入袋，好不好？老师，谢谢你们，谢谢。这边请，这边请。接下来欢迎李元珍老师。哇，欢迎老师！老师好有气质哈。对啊，对，真的老师好有气质哦。要写出这么精彩庞大的曲子，非常的不容易。想询问老师在做这些曲子之前呢，私下有需要做哪一些准备才可以写出这样囊括不同族群文化的曲子呢？是啊，就是在写这样子的曲子的时候，其实《阿里山之歌》是谁唱的歌？是一个客家人叫做姜文也，他想象中部落里面唱的歌，然后我们在半个世纪之后来把这件事情再呈现给我们当代的观众。是，所以是有传统、有历史，又有阿飘。阿飘哦，现在刚好是农历7月，对，我觉得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农历7月适合听老师的曲子吗？可以当配乐吗？这老师我有个疑问，就是说呢，像比如说不同的族群他们的音乐的基底的调性都不一样，那色彩也完全不同。是在把这些作品融合的时候，你是取一个中间值，还是让他们保留原汁原味的特色呢？你要知道，我是台南人呢。台南人都出高人哦。就是我们看待古迹的方法有很多种，是你要么把它变成原来的样子，要么就是给它用现代的方法去包覆它。是。
所以这一首呢，就是用现代的方法、现在的听感去听它。没错，非常好的创作方式，是的也让这一次老师呢可以获得传艺金曲评审的青睐。那么谢谢元珍老师，也祝您今晚得奖。老师，谢谢，这边请。接下来步上红毯的是爵士创作歌手罗妍婷，以作品《Patrice Month》入围最佳演唱奖。这张专辑携手日本爵士钢琴家铃木遥子共同创作，在跨越国界的音乐交流中，谱写出动人篇章，以甜美清晰的嗓音，在抒情与奔放之间收放自如，展现细腻的演唱魅力。下一组走上传艺大道是以作品《月明沧海》吴韵一入围了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的吴明聪老师以及吴宗恩老师。专辑以古琴为核心，融合经典琴曲与创作，深刻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当代生命力。也预祝两位老师呢今晚可以顺利的得奖。接下来欢迎暗夜花香来团队。哎呦，阿轩呢，有够搞的啦！哎呐，而且今天哦，被精心打扮呢。无啦，因为等下搁要去做技术。我让你个大力哈，大力哈。啊，其实哦，逸轩哦，可以说是跟我们一起长大的。对对对。阮自细汉嘛是看恁兜剧团的歌戏大。对对对。所以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哈，逸轩跟心怡是以同一出戏入围，两个人要一起竞争，压力一定非常的大。哦，想看一下你们平常对互相对表演有什么想法？如果可以，你觉得谁得奖会比较好？有陷阱哦。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我可以入围这次暗夜花香来，而且是甲心怡做伙。对对。其实你这出戏内底，我甲心怡的角色是完全无同款的个性。那讲真，我入围的时阵，我人拄好伫新加坡演出，我拄咧林嘉宾过来个接点消息啦，因为导演也没有跟我说他有要送传艺金曲，是，所以是在蛮惊讶跟惊喜的情况下接收到这个讯息。那我刚刚今天我跟心怡这位入围这个奖项，其实我蛮感谢博王导演，他就一直很不自私的在提拔我们，是，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我跟心怡、虾米人可以得这个奖，我都会觉得，我相信他一定也会觉得很开心。哦，真的，虽然回答的有一点点官方，但是我觉得架构非常好。我想说，你可不可以今天透过我们的画面，跟你的好伙伴心怡加油打气一下？一定的啊，其实我们都有跟心怡保持联络，他只是刚好他今天真的没有办法来，是，对，所以我们会带着心怡跟我们在一起的心，一起走传艺大道，然后接受这个访问。哇，祝福心怡哈！那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我的导演哈，今仔这个小大力的日子哈，敢有影讲传艺金曲奖、传艺大道行煞，佮真正要导演这出戏吗？出去的心情感觉如何啊？哦，这个戏哈，我们去年演完之后，然后我们今年在蓝盒子加演，那1900张票我们已经全部完售，哇！所以要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演员，哇！最大的是回应观众的期待。像阿轩、像心怡都一直排练时间，都一直很努力，然后与我们同在。那也非常感谢评审老师们给了我们这次的肯定，所以我们这个戏要持续做下去。那既然都要走传艺大道，心怡阿轩是第一次入围，他怎么可以缺席嘞？对不对？是啊。所以我就号召了全剧组啊，玲玲啊、苏燕啊，大家全剧组，我们刚刚演完，从那个剑潭站坐捷运，你们穿这样坐捷运啊？我们坐要确定啊。然后路上就有很多跟我们拍照，我们就说我们要去传艺金曲奖，他就聚集了一堆就是报名在外面啊，一起来参加传艺金曲奖啊。等一下呢，我们还要走路回去啊，坐捷运啊，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然后也要感谢在剧场里面还在为我们守住那个剧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谢谢朋友，祝大家。好，而且呢，我发现这一出剧的后面这一排演员有很多都是熟面孔哦，导演很懂用人才，每一个呢，当中不是猛龙不过江，不是猛龙不会加入这一团，所以呢，我们再次的来祝福我们这个光导演的所有团队呢，拿你们所该拿的大奖，也祝福你们等一下演出能够顺利哦，谢谢，这边请。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妍婷老师，
哇，老师呢这一次跟日本的爵士钢琴家铃木遥子来做合作哈，那两位呢在这个语言啊文化背景都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我想好奇就是说在合作的过程有没有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其实整个制作过程都是火花，都是火花，因为我们就是自己安排了，说我去日本，然后住他家几天，然后我们就一起在那个时间，算是自己设计一个驻村这样的感觉，然后一起创作编曲，然后之后就进录音室一天把曲子录完，这样，所以有时间限制，然后火花一定会挤出来。所以既有采风的过程，也有驻点的过程，就对了。对哇，这个专辑非常非常的用心哦。是的，那么也谢谢妍婷老师，预祝你今晚能够顺利拿奖。谢谢，谢谢老师，这边请。哎，还有谁要走传艺大道？继续的介绍下去。现在走上红毯的是以《大海浮梦》电影原声专辑入围最佳跨界音乐专辑奖的制作团队。专辑带领大家感受达悟族文化的人文风景，更融合海洋文学、影像叙事与原创配乐，交织出充满文化意象的声响空间。也期待今晚他们能够成功抱回奖座。哎，搁刷来是咱小金鸡歌剧团团长林美秋甲所有的团员。哇，这组呢，咱的 Kino 3团体以歌戏的重新演绎了经典的传说，用真挚动人的故事带领观众重新思考亲情与陪伴。凭借精彩的演出，受到评审团的青睐，入围了本届评审团奖，也预祝顺利得奖。让我们欢迎月明沧海吴韵一团队。哇，欢迎老师们。老师好啊，老师好，想问一下。古琴哦，一直给人家一种非常特别，像我本人一样有气质、有底蕴的印象。哎，老师，你这个微笑真的是有点谜样的微笑，一样哈，代表肯定，代表肯定啊，太好了，老师真会做人哦。这个音像啊，我想问一下吴明聪老师哦，身为演奏家，这次透过这张专辑，最想要传达给听众是什么样的心境呢？其实非常简单啊。我想透过这张专辑给听众传达的是古琴的音乐的美，是对，因为古琴的音乐呢比较小众，所以呢想通过这张专辑给大家，首先就是多认识我们的古琴音乐。谢谢。是的，哇，也希望老师呢把这个古琴音乐的这种沉静跟优美呢，透过传艺金曲奖让更多人来认识哦，传承下去。没错，谢谢两位，也预祝两位老师顺利得奖。谢谢。那么接下来还有下一组的团队哦，欢迎大海浮梦。啊，老师这边有请。老师好，好，老师好。哇，这部电影呢，讲述是达悟族人跟海的关系，还有族人特有的美感与精神。那想请教启慧老师哦，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决定为这部电影制作原声专辑呢？最主要还是导演的邀请。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周文清导演。是，那制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困难的点呢？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这是在讲夏曼拉波安老师的故事，是对，所以他是达悟族，他整个生活生命都是海洋。那我们也是海洋人，我们也潜水，然后也做任何的海洋的这个运动，所以我们对于海洋是有很深的一个着迷吧。所以当周导演就是来邀请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这样哇，老师呢对海洋非常的着迷。那我们两位呢是从小琉球，有空呢邀请老师一起来小琉球旅游。我们每年都去2次。哦，真的。喜欢小琉球吗？非常喜欢。那我们期待老师，比如说，如果以后有出《大海浮梦 Part 2》的话，可以以小琉球的我们2位为主角，没问题。我们出一张作品好不好？没问题。也祝福老师，也希望你们今天把所有的大奖拿回家。谢谢老师，请。紧接着步上红毯的是以作品《台湾乡音集》入围了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的桃园市国乐团创团团长林子玉老师。多年来致力于推广国乐文化的他，透过这张专辑汇聚了台湾多元族群的音乐特色，让属于台湾的乡音化作动人乐章。也预祝老师今晚能够顺利的夺金哦。接下来走上传艺大道的是由苏玉芝执行长带领的2025金叹乐舞台湾原住民乐舞飨宴卫武营场制作团队。
这可是多次入围传艺金曲奖的熟面孔，多年来用充满力量的歌声、热情奔放的舞步，带大家感受原住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也预祝他们今晚能顺利获奖。我先欢迎小金鸡歌剧团。各位老师好，老师好，先恭喜你们入围评审团奖。但是这个奖要跟大家特别解释一下，这个奖非常的特别，是由评审主动选出优秀的作品，即使你没报名也有机会入围哦。而你们是其中之一，想问一下我们美雀老师哦，对这个意外的惊喜，你现在心情如何？很紧张，也觉得很意外哦。因为北部团田到今嘛有61年，是，所以咱经营拢是伫庙口的歌艺。当然有入剧场的机会有较少，所以呢，用讲，我们的戏老山有入围，我感觉讲这个奖对剧团上大的鼓励我每一年拢有一个新的作品，但是我要推动的力有限，因为咧这个经济问题啦，讲一个较现实就是安尼但是咧，咱的评审团有看到咱的团队的努力甲打拼，所以以后阮会搁再继续打拼行落去。哇，老师讲到这个经费的问题哈，对咱这传统艺术来讲真正经费较淡薄小块，所以呢，在此呢要有这老师不管你的演出是你内台也好，还是外台也好，会使场场博满，出迄道。谢谢谢谢，今晚拿奖拿奖哦，老师恭喜，这边请。接下来欢迎我最尊敬的我们的林子玉团长，哇，老师来这边请。咱的林子玉团长海我是算老朋友，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师长。那么老师我们的桃园市国乐团呢，已经第3度入围我们的传艺金曲奖了。那这一次呢，再度入围，此刻的心情有没有很兴奋啊？每一次都很兴奋，但是每一次都很期待。所以那今天对于我们这个乡音级嘛，因为我觉得说桃园市国乐团，算是台湾最年轻的职业国乐团。那创立10年以来呢，做了很多的事情。老师这一路的这个心路历程，可不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我们创立10年来，但是遇到的贵人或是所有的长官都非常的支持跟鼓励，所以觉得非常幸运。然后我们全团也都非常的热情，希望把我们的特色、我们的风格的音乐传递到每个地方。是。那老师刚才我们哥哥有说到你们是老朋友了，对。那你今天在这传艺金曲奖这个最高殿堂见到哥哥老朋友相见欢，你觉得感想如何？我觉得桃世国最大的遗憾是还没有跟百万兄弟一起合作。我们现场发出邀约了对。那我们旁边跟我们经纪人联络一下。那费用会有点减少，会优惠吗？我们为你客制化您的预算，这样子好不好？预算是没有问题的。谢谢我们子玉团长，谢谢老师，今晚得奖旗开得胜，谢谢。那么接下来步上红毯的是以作品《新传》李继文正在动映，U 阮某丹一举入围了最佳年度作品奖、最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等3项大奖的新团歌戏剧团。这部作品凭借细腻的艺术表现与深厚的创作能量，充分展现了团队卓越的创作实力，也祝福今晚他们可以顺利的得奖哦。接下来欢迎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老师们欢迎。好，想问一下台湾、卢凯、邹族、赛德克、阿美、卑南等6个族群的乐舞技艺，超过370位族人一起在舞台上以大合唱卡大地部的凯旋歌，把所有老师全部汇聚在一起，这是怎么办到的？这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大工程。其实我们惊叹号是在2003年就开始推动，这是一个具有24年历史的大计划。那我们惊叹乐舞呢，是从2005开始演出，所以我们惊叹乐舞的演出实录，事实上已经有10次入围。1次得奖而已。我们今天很希望可以第2次得奖。我现在是要告诉大家怎么做到的。我们在
一决定，因为我们惊叹号总共有30几个团队，是。那当我们一决定今年要有哪几个团队演出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谢幕曲制作好，歌词、音档全部都给团队。让他们在团练的过程里面就开始练习，而且是练习，大部分的团队都是在练习别的族群的，因为我们每次演出都大概有6个族群，是，也就是5个团队要演练另外别的就是其他族群的歌曲，才能够成就我们谢幕曲的这样的一个精彩又澎湃又独特又精彩的演出。哇，听老师这样分享真的觉得老师非常的辛苦。我相信我们老天爷一定看到老师的辛苦，让你今晚顺利得奖，好事成双。谢谢大家一起期待，而且要记得我们2025的惊叹音乐舞的演出实录在网络上都有，而且每一年都有，大家一定要上去看，因为全世界绝无仅有。谢谢大家。好，大家支持起来。谢谢老师，里面请。那么，所来的欢迎咱的新团歌曲剧团，老师们这边请。各位老师好。这团一般拢我的偶像啦，尤其我边啊这个张梦义老师吼，我人生第一粒那个小段的猪骨头就是伊教我贴的那个诗啊哈。真的哈。那我想先请我们的这个编剧我们的纪文老师哈，因为这出那个幽兰牡丹这出的作品呢，很多人都评价说，跟过去的新团歌剧剧团的作品，会使讲风格完全不同款。那想请问老师，当初在选材的时候，有没有做了什么别有用心的设计在里面？因为优恋牡丹这个题材，我很早以前就想做，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张梦义老师合作，然后大家都很喜欢他演那种仙女型的女鬼。我也是。好，那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让他可以一赶三，所以也看到他很多以前不一样的风貌，然后观众有的很喜欢。我们在台北和高雄的演出的票都是卖完的，然后在网络上面的播放率，我最后看的时候是接近7万人哦，这很高的点阅率，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作品。哇，真的。那说到仙女啊，我这个人最八卦，我最想要问一下我们的梦毅老师呵呵问哦，呵呵问哈。这次舞台上一人分饰3角。你也要讲咩人？要讲塞奶给人家以往你这仙女的形象不太一样。这个呈现起来呢，会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呢？有蛮多的，就是在跟纪文老师排练的过程，每次演完骂人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讲：“你不要玩假吼。”我讲嘿，怎样要啦玩假？老师嘛讲：“你不要塞奶吼。”我讲因为我跟我老公讲塞奶的时候，伊拢会跟我讲：“你别当正常讲话。”所以我从来没做这些事，还好我们的阿江陪我。所以好奇问一下老师，你真的私底下也不会跟另外一半塞奶吗？不太会。你可以用一下你此生最塞奶的口气。我也想看对，我好想看哦，老师可以。好为难哦。不，老师你来讲，比如歌哩，安尼有无开一个尾音，我听看。我老公会讲你笑我来前面会笑。不然，老师这样啦，你示范一下哈，用歌语这个身段个塞奶，甲阮哥哥塞奶，你讲哦，哎呦，你这么寒的老家呢，我给你切一个安尼。伟哥，怎样？辛苦你了。我有这款的轿车，是阮当卡三生有幸啊！哎呀，花下给老师追了，谢谢。哇，很不简单哈。那么也祝福我们的新传歌子继续团，咱第37届团嘅金曲奖传艺大道。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第37届传艺金曲奖传艺大道的现场。哇，哥哥，今天真的是见到许多传统艺术界的大师级人物。我是感觉我有这个英雄会当访问伊哦。祖先顶世人有烧好香，真的，迄每一个拢仙风道骨。是啊，咱身上的仙气嘛，愈来愈重咯。你的仙气，仙出仙回仙，大家注意一下哈。是。那说到来，咱的传艺大头的红毯典馆，要来行大道的这位，会使讲是大师中的大师林间国宝啊。我们接下来步上红毯的是本届音乐类特别奖得主人间国宝张日贵老师和艺声代表团队。今年更以《我来出喜爱唱歌》入围最佳演唱奖。这张作品唱出恒春半岛最动人的土地声音，也见证张日贵老师多年传承民谣的珍贵岁月。紧接着步入红毯是以岛屿复音台湾当代弦乐作品专辑入围2项大奖的制作团队。一座岛屿有许多的声音，而这张专辑跨世代的台湾作曲家的创意，融合了原住民、客家、北管以及 funk 等多元在地的声音意象，让多元的台湾声音彼此相遇，也带领听众感受这片土地独有的音乐风景。接下来走上传艺大道的是真云林阁掌中剧团，以《一个皇帝在南洋》一举入围3项大奖。展现剧团深厚的创作实力，作品以新住民视角出发的全新故事，用台湾布袋戏糅合爪哇偶戏，展现传统与异文化交织的神秘魔幻史诗。各位亲爱的朋友啊，咱林间国宝张日贵老师来到现场咯。老师，咱的镜头会这样唱的吼，线上那个几百万人在看咱的直播啦哈，哇，不简单不简单。老师也让用麦克风，把咱的朋友。讲一下话，拍一下招呼，安尼咯，哎，下次我要进入生意啦哈。哇，我们张日贵老师啊，长期投入满洲民谣的传承，想请一下我们现场的艺声老师们啊，可不可以代表帮我们清唱一小段，让大家更认识满洲民谣？哎，好啊，好啊，哎妈，我们代表是一起吗？好啊，好啊，收音哈。环球乡啊，好所在。美丽温暖，可爱阮故乡，民情朴素人，行起轻俭又打拼，真爱乡。江边海基甲流水，生儿就定好主意，流亡的出台。朋友关相会，流浪心情。嗨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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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路老友来跳舞。谢谢。哇，好感动哦！我听到目屎跟干目镜啊，有没有老目屎？对，有影。老师，你家用你的这个生命的创作力哈，带着咱满洲的民谣走向世界。嘛，请你一定要保重你的身体，继续带咱这师门哈，咱的师道，做伙为咱的满洲民谣来打拼。谢谢老师。哎，老师，你们里面请。哇，今天听你有够感动，而且现场听得穿透力十足。我相信呢，离咱电视机甲看直播的朋友哦，嘛有感受到咱老师甲咱所有团队的老师唱歌的这个感动力的这个实力，听到伊传承的精神呐。是，接下来欢迎老师们。哇，我们呢分别是入围了我们最佳编曲奖跟最佳作曲奖哈。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的心情如何吗？当然一定是很紧张的，对，很紧张。那如果只能选一个得奖的话，老师你最想要哪一个作品得奖？编曲还是作曲呢？当然是作曲。明确哦，非常的困难。对，老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呢？非常紧张。哇，真的是看得出老师的紧张啦。我相信这个紧张哦，不是踏上舞台的紧张，是那个想得奖，然后对想要。又到底要不要的那种紧张的心情啊，就是想说哈，来了都来了，但是又很怕没得奖这样子哈。那也没关系，我们希望呢，今天幸运之神可以降临2位老师身上，也预祝2位老师得奖，谢祝你们双喜临门，里面请。那么呢，接下来踏上红毯是我们光兴阁掌中剧团第2代以及第3代的团长。
前年呢，他们抱走了评审团奖的光心阁，今年林红线再次以《鬼谷》第一部入围了最佳偶戏主演奖。林红线以扎实细腻的口白功力，刻画角色的内心挣扎，展现了反派人物的人性深度与情感层次，也祝福他们今晚能够抱回佳绩。那接下来红毯上是以 Maki 入围评审团奖的狂想剧场剧组团队。作品以真挚的情感羁绊为核心，透过记录剧场的形式，呈现歌仔戏艺师的人生风貌，深获得评审肯定，也祝福他们今晚能够顺利获奖。哇，很出席，咱欢迎咱的金虎林哥江中剧团。喂，大家好，老师好。哇，金叶老师也是我们传艺金曲奖的入围常客了哈。那这次挑战跨国的制作，跟印尼的爪哇偶戏做交流合作，感觉跟以往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哦，足大无同。哦，平常时啊，咱咧搬布袋戏啊，就一口说出千古事，十指摇动百万兵。我家己演就好了，但是啊，咱这届跨国合作啊，那是讲哦，我家己爱搬好呢，我还个哦想办法，和印尼来的这个演出啊，我都和咱台湾布袋戏的文化融合。啊，佮来共同来制作一出戏，不管是音乐啦、表演啦，这个红啊，拢生做无共，真正是一个吼，唔那是一个表演的跨领域，甚至是这个文化艺术角度，还有吼人甲人的这个互动的跨领域，真正是哦非常的艰难呐。这妙哉啊！老师请教一下吼，咱题材这样加起来，为什么这届要用这个南洋风的为做题材呢？其实呢，伫较早咱常常咧讲哦，台湾是一个包容的所在啦，吼。但是呢，我感觉这拢是一个假包容。为什么讲假呢？因为呢，这个真侪台湾真侪新住民，啊，其外籍配偶来到台湾，从我家己阿金今年70岁，我从小就捌你，咱会知影伊来到台湾啦。后壁是安怎？但是小时候，伊到庙口，因的娱乐是啥物？啊，咱伫布袋伫庙口看到，咱的小时候是庙口，安尼因的庙口是啥物？因的娱乐是啥物？所以才促成我想要讲，咱用到咱的传统，甲因的传统共同来变做是一个新的传统，啊，互咱台湾人认捌印尼的文化，互印尼的人嘛有机会来认捌咱台湾上水的布袋戏。好啊，哇！今天听到老师哦，像你用心哦，这个分享哦，不管哦，这次可以一举入围3项的大奖，对，真的是实至名归。先预祝真云林阁掌中剧团能顺利抱回大奖。来，老师有请。欢迎光心阁掌中剧团。你看，真正阿哥请来现场咯。先恭喜我们林红线老师哦，今年再次入围最佳偶戏主演奖哦。这次筹备《鬼谷》第一部这个作品啊，有没有什么困难的所在啊？其实最主要我们这个金光戏哈，到的现在我们主要是最难讨论的是，因为以前的金光戏都是长门戏，它是连演1个月、2个月，但是在当代我们这个环境其实不容易，所以我们把它变成像系列化，像美国漫威这样子的系列化的形态，一集一集的把一个 IP 每一个 IP 把它重新塑造，让大家最后有一次，我们现在凝聚一个复仇者联盟的状态，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所有的 IP 集结的这种情况出现。老师的这个江中戏哦，已经哦听起来已经是好莱坞等级的科技巨作了。咱台湾的金光戏本来就是好莱坞。对，没错。我讲嘛就好奇，想问一下剧中的这主角鬼谷子，请问一下，你今仔敢有信心得奖呢？天地日月最良心。可怜善恶难分明，今出天堂鬼谷子，必然得奖定太平啊！哎呀，破声催泪啊！实在是太感动了。那么恭喜2位老师入围，预祝你们今晚顺利得奖。谢谢老师，谢谢。这边请。接下来踏上红毯的是春城小唱制作团队，他们一共入围7项大奖，也是今年入围大赢家之一。作品以屏东这片土地为灵感，邀集多位歌手共同演绎，用音乐描绘春日城市的人文风景与在地故事，让地方声音被更多人听见，
也预祝今晚能满载而归。很出席，那边欢迎马吉团队。哇，老师好。那这组呢，马吉团队里台北戏剧奖获得了入围的肯定哈。那么在那边入围之后，这一次再度回来我们的传艺金曲奖，出席出客，咱的这周年目前的心情如何啊？非常感动，靠近一点，靠近。谢谢传艺金曲奖哦，让狂想剧场我们邀请陈立香歌仔戏团的合作，然后让马吉基莫亚婆我们的3位艺师阿姨，有位是曾鹤老师，还有我们的苏玉兰老师，还有陈丽云老师哦，我们把他们的故事然后搬到舞台上，用记录剧场的方式，所以很谢谢那个评委看见这个作品的意义。是，老师，我跟你讲个秘密，你们这部作品跟我有一点点的关系。啊，你过来啊！你后边开去引导我上是我的学生。我们的蔡宇伦呐，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对，老师金高秀朗，而且依然麻烦咱得栽培，他也预祝呢你们今晚顺利拿下大奖。谢谢老师，谢谢，感谢。好的，紧接着踏上红毯的是具有新生代活力的台北木偶剧团，以《赤子闹闹》2部作品入围的5项大奖，更有2大招牌主演廖群伟、吴生杰各代表一出好戏来参战最佳偶戏主演奖，持续在传统的偶戏中注入创新思维，让掌中戏的艺术展现年轻世代的无限可能，也预祝他们今天满载而归。所以来欢迎咱春城小唱的团队，哇，咱屏东的乡亲啊，全台湾上缘投的文化处长来啊哦！哇，今天真不简单对啊，这次真的非常不简单哦，入围高达7项。制作人李星云绝对是春城小唱入围多项的重要推手，可否跟我们聊聊这张专辑的制作契机呢？我相信这些传艺师，他们平常唱的这些民谣，其实他们最想进入的不仅仅是这样国家音乐的殿堂，更是希望可以走入年轻人的播放清单。那处长，你有什么话？你团那讲你要入场呢？哦，无啦。哦，你今仔请假那个内底个哦，请假别输聊天钉嘞。哎，你开场加引导哈。春城小唱是阮古尼哈，都要恒春建成150周年哈，为我们恒春半岛的民谣制作的一张专辑。那非常谢谢李星云这位美女制作人哈，还有我们3位阿嬷、阿哥姐、阿公哈，这个民谣传承的重要推手。来这一张真的非常厉害。要不要请我们的大哥来唱？因为我有一个问题哈，点解我和咱陈庆松老师咱庆上这个小灯头是伫这个关临时咧泡茶，结果第2届见面竟然是伫咱的传艺大道，非常的无简单。一般咱听到咧思乡曲吼，拢是讲咱的先民渡海来台故事为主，但是呢，咱庆上这个思乡曲是咧讲孝道，非常的无简单。这个会使甲咱演唱几句，互咱听看卖无哈？有啊。对，安尼会使，安尼会使。蛇声啊，起大山哦，迄大雾啊，你来生啊，花啊粉。乌秋那托汤啊，才来互囝吞啊喂。梦惊知啊样，迄白无啊稳。咱若多汉成就哦，才着会孝啊顺啊！谢谢。哇！真正有影代表咱屏东人的歌声、跟屏东人的风景、跟孝道的精神哈。那么这边呢，也预祝我们的春城小唱顺利夺下所有大奖。谢谢老师，里面请。里面请。那么紧接着要欢迎台北木偶剧团，哇，这个也是讲生病死搞这天呐哈。那想请问呢，我们的群伟老师跟我们申杰老师2位帅哥哈，这次呢分别以不同的作品入围了最佳偶戏主演奖，等于呢同门对决。那你们觉得2个这样较劲之下，谁比较有可能会胜出？到底60岁少年呢？较等呢，咱就来分晓。应该是怪着唱才是啦。哦，青妹，你才有自信吗？因为吼，公会是人讲娶某前世嫁后，我明年要娶某，所以就是我的。那是如此嘛。
我认输。哎呦哎呦哎，说来就来呢，这就是实力派的我们的木偶戏演员啊！哎呀，讲到这个往内互打，哎，始作俑者就是那导演珊珊老师。来，请问头前，我这个入围最佳年度作品奖和最佳导演奖，珊珊老师，你会再跟我分享一下你今麦心情吗？既紧张又开心，然后很期待。老师跟他期待而已吗？你难道没有想要得奖吗？希望。希望。那我们这里呢，先预祝你能够顺利抱回讲座哦。是的，谢谢。第37届传艺金曲奖传艺大道，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37届传艺金曲奖传艺大道的节目现场。哇，我们今年的传艺金曲奖以境界 Login 漫游3期，邀请大家一起来登陆这一场属于台湾传统艺术的精彩旅程。所以让我们持续锁定我们第37届传艺金曲奖传艺大道及颁奖典礼。那么接下来有走传艺大道的是哪些贵宾呢？接下来踏上红毯的是今年入围7项大奖的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团队，由旗帜声响音乐制作工作室与小韵古乐团共同制作，糅合德国古乐与台湾新乐，展现独特的跨文化声响美学。现在让我们欢迎以廖天英为新入围最佳青年演员奖的实力派小生张敏君，以及欧鸟戏出的翁金英老师、小咪老师和众家演员们，
张敏君这一次呢，透过角色的诠释，展现了细腻丰富的情感层次，将经典的故事再一次的搬上舞台，角逐最佳青年演员奖，也预祝他今晚能够顺利的抱回讲座。接下来踏上红毯是刘玉云老师以及家人们。这次以刘玉云创作专辑《耕耘台湾》入围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刘玉云老师透过细腻的音乐创作与演奏，将台湾土地、人文与生活记忆转化为动人的声音叙事，获得评审高度肯定，也祝福今晚能顺利获奖。现在让我们欢迎极致音响声音工作室的老师们。那么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制作人哈，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把这个德国的古乐跟台湾的新乐融合在一起来做呈现呢？因为德国的古乐就是我们的专业，那个台湾的新乐的话呢，事实上是我们家的根，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结合我这一大群的好朋友，把这个东西呢，把这个古今的桥梁连接在一起。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心哦。是的，那今天呢，代表这个娱乐小组组长，我又要出发了。来，请。现在要问一下我们潘黄龙老师哈，过去你曾经担任传艺金曲奖的评审，那这一次不一样，角色转换，亲自带着作品带上红毯啊，走上红毯当一个入围者，你怎么感受如何？不晓得说什么好。老师好像蛮紧张的哈。那老师你还好，你对你的作品有信心吗？作品有信心，不过其他的作品也都很好。好上加好，那祝福今天的老师呢，所有的幸运的大神女神全部降临在你的身上，也预祝大家今天满载而归。谢谢，谢谢老师，里面请，谢谢。慢慢走哈。接下来欢迎老天鹰美心团队，哇，真的是哇，这众星云集这个小组里面，那个气场过来又不太一样，霸气十足哦。安先吼，敏君休困起来了哦，好。先问一下我们两位国宝老师哦，有什么话想要对敏君讲，还是有什么话想要给他加油鼓励一下呢？我想要祝阮的爱豆吼，快当得奖的，安尼上要紧。勇敢，随我修龙行，修龙都拼袂唔免惊。那感谢家人那些话呢，我觉得敏君，我祝福你等一下会在台上亲自讲。那现在呢，你对自己在这个艺术的道路上有没有什么期许，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就跟着国宝猫咪一起学艺，那就希望说可以艺德双全。艺德双全哈，爱甲两位老母吼揽无掉，两位老母是你艺术道路上永远的贵人哈。让我们谢谢两位国宝级老师，还有3位演员，演员请，谢谢。那么接下来踏上红毯的是今年入围5项大奖的歌仔泽西卡台湾爵士戏剧专辑的制作团队。那么作品呢，突破台湾传统戏剧与爵士音乐的界限，将歌仔戏独特的唱腔、故事精神与爵士即兴的语汇做融合，透过跨界创新的诠释，让台湾的歌仔戏展现更多元的可能性，也让经典艺术在当代持续发光。接下来踏上红毯的是乌犬剧场团队低俗话本这部作品，突破传统戏曲与当代剧场的界限，将歌仔戏曲调与现代语汇交织碰撞，透过舞台呈现人物生命中的挣扎与转变，展现跨界创作的独特魅力，因此获得评审高度赞赏，入围评审团奖。让我们掌声欢迎刘玉云老师。哇，老师上次见老师在魏武营的舞台上，你帮我指挥，那没有想到经过了几年，再次看到你已经是我们传艺金曲奖的入围的得奖者哈，非常非常不简单。老师想请教一下，你的作品呢都是跟我们台湾的印象有非常浓厚的关系。那像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大丢点边爱点啊卡跟台湾祭祀随想曲2首曲子，当初在选材的时候，老师怎么会选这些题材作为你创作的灵感呢？身在台湾这一块土地呢，我们就要把台湾的音乐发扬出去。那透过国乐各个国乐团，那结合每一个地方的声音，那我们就把这个曲子这样子写出来。对，现在可以愿意做台湾素材的音乐家也真的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容易了。是的，那我们也祝福老师呢，一路从指挥台走上领奖台。谢谢老师，谢谢。请。
那么，说来欢迎是咱歌泽七卡台湾爵士戏剧专辑的制作团队。哇，咱的老师建宏老师哈，真的今天盛装出席。大家知讲吼，泽七卡是一位哈出身寒美的女子，那也人生最后嘛是走向悲剧。那我想请问的我们的作词人，我们刘亮言老师哈，当初呢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泽七卡这个那么近代的文学作品的主角来作为专辑的主轴呢？哇，这出戏到现在其实已经20年了，然后我花了大概20年的时间把它从华语翻译成台语，然后遇到静芳老师，是，然后他愿意演这么一个负面人物，所以我们其实花了蛮长的时间来认识这个文学人物。对对对。景宏老师圣诞瓜一改千面女郎，你知道什么角色都难不倒他。是的，但是角色负面，但是我们今天得奖不能负面，要正面啦，对不对？那这个娱乐小组组长又要出现。来，想问一下我们柯志豪老师哈，金曲金钟你都捌到过啊？跟他传艺金曲奖，到今嘛还没开张啊哈。今晚有没有最想要拿哪一个讲座呢？我每个都要啊。哦，我喜欢这个回答。对啊，每个都拿就对了。对，又不是小朋友。对哈。我想要甲咱的建宏老师请教一下哈。人讲咧，歌戏这个剧种吼，上界类似海绵同款，什么拢会使吸收，上界活泼，上界自由。那你一个咧学这个泽七卡这个角色内底吼，如何去诠释那种悲苦，然后跟那阴阴郁郁，感觉迄种女主角的角色？对，因为这甲平常时的迄个生活历练，也是讲咱学习的过程，咱所吸收的一寡各种的戏词，甲人物的展现，这有关系。应该是讲是经验啦。因为我一开始接到这个角色吼，我非常的无介意。因为吼无介意是讲吼，咱制作人家己亮言老师都讲啊，伊是一个吼足奇怪的角色，有怎么歇斯底里，所以这个角色吼安尼笑笑点点。有当时佫真可怜，所以真无好表现。毋过我是用我家己的经验，慢慢去研究讲为什么这是京剧的戏曲，毋是咱歌戏的戏曲。我嘛用一个重新学习的角度去研究这个角色，用咱家己的平常时的咱的生活历练，甲咱的经验、舞台顶的经验去甲伊展现出来，所以是一个真歹唱的角色。我有去听，真正无简单，而且要搭配爵士呢。爵士就不好唱呢，完全拢听无。拢听。我若听有吼，我听有我互你讲。安尼哦，我来讲，这吼泽七卡笑崩笑，我希望吼伊的笑会使笑里边来传艺金曲奖，大行就拢 K 起来，好不好？谢谢老师这边邀请，谢谢你们，谢谢。那么呢，现在踏上红毯的是毛段计划的主演古翊范老师以及吴承恩老师。以一旦双生为主轴的文武天香，双生各自入围的最佳演员奖以及最佳青年演员奖。作品曾经获得了第34届传艺金曲奖最佳年度作品奖的肯定，以当代的视角重新演绎歌仔戏的美学，展现传统戏曲与当代剧场交织出的崭新魅力。万众瞩目，演到我上来呀啦！接下来步上红毯的是今年第37届传艺金曲奖宣传大使凤小岳。从戏剧演出到音乐创作，凤小岳一直以多元的艺术身份探索不同创作可能，无论是在影像作品或音乐领域，都展现令人惊艳的美学品味与创作能量。这次担任传艺金曲奖的宣传大使，邀请大家一起感受传统与当代交织出了精彩火花。很出席来欢迎低俗话本团队。哇，低俗话本这次用咱的歌戏跟当代剧场两个结合起来，去呈现呢家家内底的故事。那么想请教我们的编剧老师当初呢，三回你唔讲，你讲一个家家的故事是要从虾米哈？来，当然我们自己本身就会在接触很多飞行少年，然后这也是我们自己看过很多故事改编。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反而都是看着这个2位演员，这是我们的宝贝，是看着他们，我们才会想出这些故事来。哇，老师的算是人间观察的那个人文学家，把这些呢看见的呢写进我们的剧本里面来做一个完整的呈现。是，那呈现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要问一下阿良啦，对嘛是我的好朋友，还有我的好朋友嘉颖老师2位都是歌戏非常优秀的演员。这次在那种低俗话本里面，您是演这个狱友。
啊，你若捌坐过家，你若法度演到安尼遮尔啊传神，迄都对呢。有啦，啊，这是跟相款啊，因为平常时看恁两个正常嘛有收迄落为着10万块啊，啊，你嘛毋捌做过酒咖喱，啊，你哪会遮高演？你嘛是演了揣摩甲足像的。啊，你讲嘛是有道理呢吼。啊，阿亮有啥物话要讲无？我印象上深的就是阮的导演有一个，阮两个排练的时阵，伊一下是咧监狱长，啊，一下是辅导老师，阮两个人哦，排到我压力有够大的，安尼吼，阮两个相抢安尼。没有，等下你今仔压力会愈大，因为等下咱就要来领奖啊。哦，我唔对，尤其我唔知影这个访问会甲阮两个平常时啊伫兼职的这个工课哦，甲阮讲出来。啊，你若是较紧入去跳滚啊，好啊。太八卦，这一组太八卦了。好，来这边有请，谢谢老师，预祝得奖。谢谢，很主席来欢迎文武天香团队。那文武天香呢，曾经拿下了第34届的传艺金曲奖的年度最佳作品。那么这一次呢，又一这出作品呢，入围了最佳演员奖跟最佳青年演员奖，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些那大谷老师先来好了哈。那个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角色呢，一路以来伴随你至今哈，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其实每一个作品在我们合作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很大的学习。是。那其实，在跟他们合作的过程当中，就非常的幸福。我们的导演跟编剧啊，他们都会适时的排练过程当中，让我们沉淀下来，然后跟我们解释人物的状态跟他的心态。所以每一次他不会给我们压力，他就说放松，我们休息一下，思考一下。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幸运。是。那另外我们的陈恩哈，咱的新生代的小生哈，来请教一下，入围的最佳青年演员奖，出席有就想要开奖的无安尼？提奖是一定的，但是更加欢喜的是，所有一位的都是我的朋友。袂歹哦，这个答案我喜欢。那么不管是你们还是朋友，希望今天有非常好的成绩在我们的传艺金曲奖的典礼上面。好，谢谢，预祝得奖，谢谢老师们，谢谢。请。哇，那么最后压轴登场的是我们艺兴阁掌中剧团，今年以《英雄制造》入围了最佳年度作品奖等5项大奖。更获得了第2届台北戏剧奖2项入围的肯定。作品突破了传统布袋戏的框架，结合当代剧场的形式，透过虚实交错的叙事方式，重新探讨英雄的定义与时代的记忆，祝福他们满载而归。那么欢迎最帅的凤小岳！哇，老师们好帅哦！小岳，说真的哈，这个以宣传大使来讲，你觉得今年你可以用什么方式让更多年轻人来认识传统戏曲呢？我觉得其实传统戏曲在我们的生活其实蛮无所不在的。对，然后要怎么？我今天就是来一个学习的心态。今天有这么多的国宝级老师，是，然后有这么多优秀的新人才，不断的在这么蓬勃的在释放他们的能量，这样子。所以我今天结束以后，你再问我这次问题，因为我现在是来学习的，所以你要看完整场典礼才有一个灵感存在。今天是来学习，但我想问一下，未来有没有机会把传统戏曲加入到你的音乐作品里面呢？其实我自己家里有蛮多传统乐器的，我家里会有一把南管琵琶，我常常会拿来弹，然后还有一把古琴，我也很喜欢弹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在弹吉他的时候，有时候有点卡住的时候，我就会跑到另外的地方去找一下灵感，换一个乐器，就算是弹同样的音符，你也会有完全不同的色彩出现。我觉得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它完全穿梭在这些传统艺术里面哈。也谢谢我们小岳这次担任我们的宣传大使，也 enjoy the rest of the ceremony. Thank you. 谢谢。好的，那么欢迎我们英雄这则的团队老师，欢迎这边请好。那么非常好奇，想问一下我们王凯生老师哈，那台北戏剧奖呢已经去闯过一轮回来了，那这一次呢来到传艺金曲奖，会不会觉得特别的安心，还是其实格外的紧张呢？稍微安心一点点啦吼，因为毕竟我也是做布袋戏的吼，去台北戏剧奖那边吼，算是去遐佚佗一下吼，感觉来遮吼。团结也是我的家安尼，是，欢迎回到我们传艺金曲的家啦哈。是的，那想问一下我们志伟导演跟凯生老师哦，恁两个刚有去算命冠和贵贝里哈，因为你们两个过去2年的合作哦，创造了很多入围的机会跟得奖的机会。那明年有没有可能继续再合作呢？我们今年已经有要再合作今年就有了。对啊。哇，这个赛购是新体，
看起来安尼是背离真正足好啦。看卖背离下架，今仔英暗顺利得奖。哇，好，祝福老师。于是我们抱走所有的大奖，谢谢，谢谢各位。哇，今天历年代的传艺大道也是在讲哦，这众星云集呢，而且呢，在此呢，要谢谢大家持续的收看我们线上的传艺大道。那等一下呢，7点整就是我们里面的正式典礼喽。是的，在此也要特别感谢我们指导单位文化部。主办单位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承办单位三立电视台，总导演及策展团队，以及我们幕前幕后的工作伙伴，谢谢你们成就今晚精彩的传艺大道。那呢是呢，咱单家两兄弟的这个传艺大道的主持，就到这要告一段落。所以来要把咱的主持棒交给来宾典礼蔡昌宪甲江老师。请大家持续锁定第37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我们下次见，拜拜，再会，来继续看哦，袂使转台哦，袂使离开哦，来拼无走的哦，继续支持传统艺术哦，爱甲咱拼落去哦，支持百万兄弟哦。可以展现你的才艺了。好。平衡感很好，但这里是传艺金曲奖，所以不通过。阮是可爱的女风中，洗水是高水啊淡薄啊爽。我还有别的。看来我要拿出我的拿手绝活。为什么啦？你就只会笑？为什么你可以进传艺金曲奖？原来我不是来表演的，我是来主持的吗？准备好了吗？我们典礼见。不好意思，两位主持人，等一下我们还是要彩排一小段歌仔戏开场哦。啊？真的要会哦？传艺认证失败。那有可能失败？咱朱麒麟呢？对啊，根本是你请到的。我看嘛。歌日传送中。哎呦喂啊！这是什么所在啊？啊。歌仔戏认证。歌戏，这我都上厉害啊！我身骑白马走3关。认证失败。这失败。春莲专心好无义。厉害，我甘拜下风。空间传送中。掌中戏认证。顺我家声，迎我家蒙蒙蒙蒙蒙。认证失败。凯哥失败了。京剧认证。能把它唱上去，唱。认证失败。
音乐认证。这届就到我咯。认证成功。唔对呢，当初拢无过关，若无中无地怎过啊？传艺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多少才华，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理解、愿意欣赏，并且愿意传承多元的文化。哦，原来如此。我们登陆成功了吗？咱转来看就知哦。マカハンニャハラミタ信用漢字在語作業時ハンニャハラミタ辞書言語回復度一切空役者利子式不意空不意式式即税空即税式重創業式役分業税者利子税償空即償不熱不上不増不減税国中部式不重創業式無限に微税新に無式証拠利息法無限界内し無意識外部無病薬無病人内し無老死薬無老死人無空種別の無知薬無得意無所得法の第三代般若波羅蜜多更新無形芸無形芸公無空不本義一切天の無足行へ安産で小仏へ般若波羅蜜多高徳は六たら三脈三宝大高知般若波羅蜜多税大人衆税大名衆税無常衆税無行動衆道場一切空真実不公公説般若波羅蜜多収束説収圧やてやてあらやてあらそうやて菩提そうか般若心経
二位祝贺此佛前来？二位先尊请起。心经欢迎，全魂头，传统曲艺点烟火。六星枪定来散河，金旗升殿那满面歌，福德姐妹相运用，无因无因和神同。今朝大战的员工，肤色面长满堂红。寿山福海一面长，丝竹管弦续华章。心相触到也辉煌，薪火相传永流芳，永流芳。最后一笔，各归天堂。欢迎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典礼主持人蔡昌宪姜老师姜雨婷。无即是有，有即是无。刚刚那一刹那，时间不是时间，空间不是空间，我仿佛看见了宇宙的围城，在电音的虚空里，找到了它千年的宿命。昌宪啊！你听到了吗？好，那是灵魂在 login 的声音。姜老师，你跟我要紧，你是太累了，还是吃错了什么东西啊？这是境界，境界。
这就是今年典礼的主题。好，各位观众，欢迎来到第37届传艺金曲奖，我是蔡昌宪。大家好，我是姜老师。没错，今年的主题境界 Locking 漫游37，听起来很科幻，但其实它是非常的浪漫。你敢想看吗？哦，传统与创新，它在同一条路径上彼此遇见了。没错，今天我们不是来看一场典礼而已哦，而是要跟着这群表演者，看他们如何用一招一式、一音一律，把他们一辈子苦练的境界呈现在大家面前。没错，说到境界，今年想要登陆这个境界的人，哇，多到伺服器要塞爆了。我跟您讲，总件数报名来到了780件，比去年足足多了快150件啊！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的是代表评审们辛苦了，辛苦了，评审老师们！我们向评审之上最高敬意。感谢您，辛苦啊！而且是戏曲类，今年听说有几位是从台北戏剧奖一路风光到今天的。艺兴阁掌中剧团王凯生主演，有没有很紧张？哎，还有魏汉明老师，今年也加入我们最佳演员了啊！哎，当然，今年还有许多入围者是双料或者是多项入围，尊比恁的婆花香刘亮言老师、陈星汉 Polo、戴军芳导演，以及我们的郑荣兴老师，恁的机会都比别人更加悬呢。而且甚至有很多作品是入围5项以上哦，太厉害了，听好啊！音乐类《春城小唱》。对话与融合之得台古今极致声响，也够咱的歌做切卡破下吹了哎。还有戏曲类《梦在海潮那边》，赤子在哪里？还有《英雄制造》。好的作品就是会重复出现，提醒大家啦。一定啊，一定啊。对，那今天大家如果要收看全程的直播，是在我们有线电视37频道东风卫视。当然，你也可以在传艺金曲官方、三立新闻网、公视台语台、宝岛神很大的 YouTube、FB， 还有三立娱乐的 YouTube， 可以跟我们一起在线上享受今天的盛会。哎，怎么了？导演是哦，对哦，昌宪话太多是不是？好 OK， 我叫他安静，典礼真的要开始了，不然等一下导演要拿锣出来敲的啦。既然我们这趟漫游的开端是如此的静谧又震撼，我们怎么可以让药师寺宽邦唱完就走呢？没错，所以我们特地邀请了另外一位在我们传统艺术界同样是殿堂级大师级的巨星艺师。现在我们有请第一组颁奖人药师寺宽邦王星星老师，有请。各位台湾的观众朋友，晚安！我是药师寺宽邦。各位晚安，我是王星星。想必大家刚刚都有看到药师是宽邦法师精彩的演出。应该都有一种被洗涤的感觉吧？いえいえ、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漢字財宝作業人般若波羅蜜多吉祥。我也曾用南管音乐诠释过《心经》，就算我们的风格非常的不一样，但追求的都是内心的平静。はい、そうです。証券語音階空洞一切空訳。我觉得您唱歌唱得非常有道理。好的演奏本质就一定要从内心的追求出发。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年最佳演奏奖的入围影片。入围的有音乐类最佳演奏奖入围的有提耶里艾斯卡许、提耶里艾斯卡许城市风景、沈静涛音乐时光、吴正宇、简志贤、李飞文、简旭模、尤世瑜、江嘉桦、蔡嘉璇，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叶绿娜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Piano Music Volume 2 K397 K331 K311，林嘉宏拉摩键盘组曲。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奏家，就算不同的语言国界，都能感受到他们对演奏的追求。是的。那让我们来看看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演奏奖，得奖的是紧张。最佳演奏奖，吴正宇、简志贤、李文文、简旭模、尤世瑜、江嘉桦、蔡嘉璇。透过美妙的声音传递生命的感动与历程，融合巴洛克时期室内乐器乐与台湾音乐素材，展现毫不违和的风貌，开创全新的聆听格局。谢谢传艺中心，因为他们说要让我讲，然后他们负责微笑这样子。谢谢传艺中心，谢谢评审委员。对于我们7位而言，啊，另外一只，好，你看，好，重来，好，那个，因为我的伙伴们，他。有吗？稍等一下，立刻把声音打开。虽然我嗓门蛮大的，可是没关系，老师，来，这个麦克风给你。哦，因为麦克风让我一点都不紧张啊。好。传艺中心，谢谢评审委员。对于我们7位而言，欧洲古典艺术音乐是我们的专业，而身为台湾人，台湾的声音，南管、北管、戏曲跟传唱民谣，则是我们内心深处的 DNA。以前在欧洲念书的时候，听到这些声音，就会自动的启动想家模式。然后，身为音乐工作者，
德台古今，无论是古乐或新乐，只要是好音乐，就值得我们全力以赴。谢谢古今的作曲家们谱写这么棒的作品，才能让我们能够好好发挥。而且也要特别谢谢我们的台湾的作曲家潘老师、世慧老师、林慧老师、戴健跟中原，然后还有我要谢谢我的好伙伴郑宇、肥文、世瑜，我们的当代组，还有我们的古乐组智贤、旭模、佳化。谢谢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合作，然后谢谢你们的信任，还有美好的乐音，谢谢大家。还有就是谢谢风潮唱片，谢谢我们制作人，对我还有19秒，谢谢我们少廷，那真的无限的感谢，谢谢。恭喜得奖者。药师寺宽邦法师，您觉得唱歌对您来说是什么？是一种修行。是一种修行。我同意。跟南管音乐、属辽拍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修行过程中，要不断练习，真诚面对任何事物，包括自己的心，这样才能打动人心。是的。不知道的人以为我们在探讨佛理，但的确，诚实面对内心是演唱打动人心的关键。那让我们再来看看今年打动人心的入围最佳演唱奖有：音乐类最佳演唱奖入围的有台北室内合唱团《璀璨巴赫》巴赫清唱剧，陈庆松春城小唱。4个月若到，要来的汉那钱。李静芳，歌仔做七卡，台湾爵士戏剧专辑。张日贵，我来出席爱唱歌。罗妍婷 ，Pages of Month。这么多不同风格的演唱者和作品，实在很难选择。让我们来看看这道难题解答。得奖的是最佳演唱奖得奖的是《歌做七巧》台湾爵士戏剧专辑。音域圆润浑厚，表现出寡妇走七卡的怨嗔痴欲爱与无奈，将诗意的歌词与心理意象深刻交叠，灵动的刻画走七卡的高鸾拍名康尼华。真感动，感谢团结中心主办单位，感谢咱所有评审委员对我的鼓励甲肯定。上大的感谢，就是爱感谢咱的制作人刘亮妍老师、柯志豪老师，感恩啊！足感谢制作人给我这个机会，
当时亮元老师找我来唱这个歌做七卡的时阵，其实我真该拒绝，因为这不是我伫咧行的路线，因为我是唱情意苦淡，但是这个做七卡的角色，真笑笑颠颠吼，讲话佫有淡薄仔粗鲁啊。所以一开始我一直甲伊拒绝，但是真感谢亮元老师，伊一直甲我鼓励，伊讲伊一直解说这个女性的故事，互我侵入到这个角色，所以我慢慢啊去研究做七卡为什么伊伫咧生活当中甲伊伫咧讲话时阵，也是伊的平常时的反应，为什么咱会遮尔啊极端？有当时啊，咱反应咱会遮尔啊大原来是这个女性呢伊的角色内底有经过真侪生活上真困难的代志，其实毋是外口的人会当了解，所以我慢慢啊去研究这个角色，佮感谢魏汉明老师。其实我真介意看伊的《金锁记》，我一开始未演这个角色的时阵，我就很喜欢这一出戏，我都拢有去到现场看。那了后，我甲亮元老师讲，我会好好啊研究这个角色，所以我一直研究魏老师的这个角色，所以互我的帮助真大。那伫咧京剧内底要安怎转来到这个歌戏，对我来讲是上大的困难，因为这个爵士歌仔，伊其实完全是跳出另外一个音乐的世界，因为伊找无锣鼓点。嘛无落歌的碟，啥物拢总无，嘛无咱传统的乐器，所以我感觉讲，到底这是啥物我拢听无吼。我讲我若听有，我再xử理啦，吼。安尼我是要安怎唱啦，吼。那感谢柯志豪老师一直甲我鼓励，互我足大的空间。我若足惊的时阵，伊就甲我讲。对啦，安尼就对啊啦！你做你唱啦，你做你唱吼，所以我就感觉讲好，我就放心放胆去甲伊好好甲伊担任这个角色。自从唱做七甲安尼一练过了后，我深深接受这个角色，嘛爱着这个角色。那真希望讲咱歌戏无共款的声音甲创作，会当互搁较侪人来听到咱歌戏的水、文词的水，甲咱台语、台湾话的美妙。甲伊的内涵，所以今仔日我伫咧17年前第20届摕到歌戏第一座金曲奖，经过17年后，佮摕到这个奖，我真感动。人讲王宝钏啊，苦守寒窑18年，好佳哉！我也未到18年就出头天啊啦，感谢。谢谢。恭喜得奖奖。要是法师，我发现你现在没有拿乐器出来。是的。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奖项的主角不是我们演奏者？是的。接下来颁发最佳录音奖。如果没有好的录音工程，听众就很难享受美好的音乐。再好的作品也需要好的录音功夫，才能好好把表演者的情感传递出去。让我们来看看最佳录音奖入围的有：音乐类最佳录音奖入围的有游子泽、林英强、提耶里艾斯卡许、城市风景。Rainer Maynard 音乐时光。村上优 U Murakami 简承轩、杨元硕东京角城管乐团乐脉。孙少廷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饶瑞顺当代路径 Contemporary Cube。この賞には日本人も
ノミネートされていてびっくりしました。音乐不分国界，这里面也有德国优秀录音工程师。すごいですね。让我们来揭晓奖落谁家。你来念。村上優。混合编制的录音处理技巧洗练，音色干净有质感，纹理清楚又厚实温暖，整体展现出内敛又有温度的感觉。台湾の皆さん、こんばんは。你好。私は東京厚生ウィンドオーケストラのマネージャーをしている篠原花と申します。我是东京角城管乐团的经理小袁华。今回ジャーソン重奏団の皆さんと共にこの素晴らしいアルバム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て、また素晴らしい賞をいただくことができて大変光栄に思っております。这次能够与嘉颂重奏团的各位一起制作这张专辑，并且获得如此殊荣，我感到非常荣幸。これからも私たちは台湾と日本の吹奏楽の素晴らしさを伝えていけるように活動を続けてまいります。今后也将继续努力把台湾和日本管乐的精彩之处传递下去。谢谢。谢。恭喜得奖者，也谢谢颁奖人。赤子这部戏啊，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创造一种像现场的电影一般，所以我们有现场的影像设计，它会用 AI 现场生成。然后我们有一位从旧金山来的声响艺术家侯黑，他也是用现场的方式创造出一个环境的氛围。赤子这出戏，阮想要做吕赫若的故事。吕赫若是台湾日本时代第一才子，伊捌写过布袋戏。伊的人生就是文学革命分做两半，所以咱那个用到两个角色吼，一个是文的车主，一个是武的车主。文车主吼，伊用伊的文学去改变这个世人的想法；武车主伊用伊的自身的武功处理伊当下的危机。其实咱传统布袋戏吼，踮咱彩楼顶啊表演的时阵呢，大部分咱拢是使用咱的写意编号的这种 logo 物件。但是呢，这个咱的武车主吼，有一个中毒癫狂的这种情境伫。哎呀！我的戏份较侪是这个歹人的狗염头，伊算是太监，所以我特别参考咱香港电影《龙门客栈》老演员刘巡。我希望车主吼这部戏吼，是互咱革命改变的力量，以及传承那传艺是迄个精神。欢迎颁奖人叶志伟、陈星汉。大家好，我是叶志伟。大家好，我是陈星汉。Polo， 你觉得当一个颁奖人比较紧张，还是当入围者比较紧张？哦，当然是颁奖人兼入围者最紧张。真的，
我先说哦，我是先答应来颁奖，才知道我自己入围的。我本来想说颁奖人就是把信封拆开，然后念完我们就可以下班了。是，可是如果等一下打开信封，念出来是我们的名字，那我们就要加班了。而且不管是不是念到我们自己，都要做好表情管理。哦，那刚好可以看一下 Polo 老师表情管理的境界到哪里。好，那你会左手颁给右手，还是右手颁给左手？不要紧张，我会负责颁给你。谢谢。你有感言准备好了吗？我们先看入围影片好了。好。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音乐设计奖入围的有戏曲表演类最佳音乐设计奖入围的有陈星汉、郭真瑜、新传李继文、正在动映、游玩牡丹、新传歌仔戏剧团、姬君达、陈星汉、梦在海潮那边、唐美云歌仔戏团、郑荣兴、钟继仪、醒行、永恒客家菜茶剧团。郑荣兴、古宇璇、195叶威引列启雄、永恒客家菜茶剧团。林永志、赤子、台北木偶剧团。杨义修，一个皇帝在南洋。真云林阁掌中剧团，也是战场的士兵，我有真济名利。好，你帮我猜。对，谢谢。你搞得我也好紧张。那猜咯。好。第37届传艺金曲奖戏曲表演类最佳音乐设计奖得奖的是郑荣兴、钟继仪、醒行、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恭喜！恭喜！全剧唱腔运用不同传统素材，不局限客家元素，体现历史流转与时代氛围，呈现当代客家戏曲的活跃生命力与创造力。感谢评审们的肯定，然后让我有机会跟我的偶像一起站在这个台上。那首先我觉得我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戏曲音乐不可能只有一个人来完成，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让我念一下在《星星》这个制作里面的乐队所有人的名字。首先是文场领奏古宇璇，然后接下来是其他的乐手老师张佑兴、庄雅然、吴宇璇、吴月婷、邱俊明、叶崇恩、邓英科、黄冠业、林廷汉、王竹伟、庄君富、宋佩蓉、连曼婷、黄博玉、陈胜璇。如果没有他们一起来完成这个作品，他今天不可能那么的完整。那我想要说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在戏曲的这个领域努力，因为戏曲音乐它同时可以回应当代，也可以继续保持自己原有的样子。那这是我觉得它很美的地方。谢谢。我除了谢谢还是谢谢，要谢谢我们的部长。要谢谢传艺中心，也要谢谢文资局，还要谢谢在座的各位长官、评审以及所有的同好。传统艺术是需要靠大家的努力。再一次的谢谢大家，谢谢。好的，我突然就不紧张了。
志伟，你觉得当颁奖人比较困难，还是当得奖人比较困难？当然是当颁奖人比较困难啊。得奖人可以看稿，我们不行哎。对，那你们在写剧本的时候，你会希望演员原封不动照着你的台词念吗？会啊。我最怕演员改台词了。你是怕他们误解你你的那个提供的情绪吗？不是，我是怕他们改得比我好。好，那你刚刚这整段你都有好好的照颁奖稿念吗？当然没有。我偷偷改了3次，编剧的职业病哈。我现在总算理解演员的心情了。好，那你准备好看入围影片了吗？来吧。好，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编剧奖入围的有戏曲表演类最佳编剧奖入围的有李继文、新传李继文正在动映游鸾牡丹新传歌仔戏剧团。陈建新《梦在海潮那边》，唐美云歌仔戏团。叶志伟《英雄制造》，艺兴阁掌中剧团。施如芳赤子，台北木偶剧团。王少军低俗话本乌犬剧场。换你帮我猜。好来。第37届传艺金曲奖戏曲表演类最佳编剧奖得奖的是叶志伟《英雄制造》艺兴阁掌中剧团。奇艺兴，一名涵盖英雄历程与制造英雄者，以内之必要的手构造布袋戏的英雄制造史，人偶大环境都在未尽英雄路上互相诠释。对不起，昨天晚上都在背颁奖人稿，得奖稿是今天早上写的。谢谢传艺中心和戏曲梦工厂的制作的资源，谢谢评审的肯定，谢谢英雄制造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伙伴。英雄制造说的是一个革命的故事，关于历史、政治、艺术以及人生中各种形式的革命。在演出中，我们把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的布袋戏串联在一起，让他们彼此对照辩证。因为革命的成功永远不会是一步到位的，就像是一出戏。它永远不会只是一出戏，它是每一个创作者在看过、听过成千上百个前人的作品，在用自己的生命去碰撞、消化、回应而展开的一场行动。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奖分享给所有正在创作中撞墙、怀疑、挫败的你。谢谢你们跟我同行，让我知道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人。最后，我想要说的是，一个再怎么顶尖的大联盟选手，打击率也不过就是三成。这告诉我们，成功本来就不是100%。文化也是一样，文化需要持续的累积跟试错，它不是奢侈品，它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资产。所以我期盼所有的文化工作者都可以更加的团结，更加的勇敢，为我们的环境发声，为自己感到骄傲。谢谢大家。恭喜得奖者，也谢谢颁奖人。现在站在评审团旁边了，是的，我心里也在想说，会不会有一天怎么样？我也可以入围传艺金曲奖啊？好像有点机会哦，对不对？我也这样觉得。因为再怎么样，你看，怎么说？我是科班毕业的嘛，是的，我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还有唱歌，没关系，一点，对。但是我会觉得我来主持也是实至名归嘛，算是实至名归了。对，那昌宪，我很好奇，你是什么系毕业的？我是财务金融系啊。我自己讲，自己笑歹势。对，所以你平常在炒股票主持是兴趣。你别讲这最近股票不好不过不紧啦，我跟你讲，我们今天来真的是有目的的。我们就是要让所有的评审团来看看，到底是你还是我，在未来谁比较有机会入围传艺金曲奖？那当然
然是我吧。请卖公家炸，选我。选我。来哦，准备喽。哦，数到3投票喽。那手上有一个板板，对，有板板。有没有看到很漂亮的？有帅气的我跟长得不太像他的他。没有，那个是国中的时候的你吧？好了，算了，来吧，3、2、1，请举牌。哇！哇！等一下。势均力敌。我跟你讲，不好说。等一下，我觉得粉红色比较多啊！谢谢评审老师，我明年会努力的，我会加油，谢谢大家。你真的好棒哦！我真的好感动。其实我没有想到有今天了，你知道？你以为你得奖了吗？但其实我们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2个要融合，我们就是古今融合嘛。融合就是要为了在台上呈现出最好的表演。对，没错。你把准备表达不起，不管是像我一样财务金融系，还是像他是我们古典音乐出身的，都有机会亲近传艺金曲奖的。对，不管是任何人，其实都有机会的。像今天看到很多表演，就是各种不同的融合。对，没错。其实没有一定说什么样子的人都不能够站在这个台上。是的，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在看表演的时候，看到每个人站在舞台上的那个神情，其实我觉得今天典礼最棒的一点就是感动。因为你会看见很多感动在台上，也会留在你的心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我们下一段作品，是超越了时空、越种、年龄。没错，漫游相遇，当传统走向新世界。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
我想啊，记安爹安娘，迄种汉子要来饲囝儿。这歌就是感受着讲过去爸母咧饲咱的艰苦，迄米拢留互囝食，若是大人拢食安食，配咸鸡、配菜脯、配豆豉。啊，所以咱爱知影感恩过去咱的爸母在饲咱，迄种的艰苦，饲几十个囝呢，唱到尾迄句讲，红旗好食对起地，咱人袂使不好咱的是大人。爸母做啊，伫哪久？会使讲民谣是我一半的生命啦。我若无拄着民谣吼，我拢无迄个脱开的窗口啦。啊，所以吼，我对这民谣非常的坚持啦。人叫我去表演，不管有钱无钱，我拢去。只要你若要对我学，我就把我所有的、我所学的，我全部给你。天下，啊，这民谣是咧唱咱的生活，唱咱的过去，甲现代。微微吹来落山风，吹起民谣真轰动。吹咱大家人健康，吹落阮半岛添兴旺。欢迎颁奖人鹿晗秀、柯志豪。大家晚安，我是柯志豪。大家晚安，我是鹿晗秀。韩笑老师，你就买感觉紧张诶，足紧张诶，因为我这个奖你也有入围啦，吼啊，你怎么没有选择要坐在下面？我如果在下面的话，万一待会结果一揭晓，不管结果如何，我大概都上不了台了。哎，老师你要办个轻松的啦，因为今年的金曲奖哦，那个我说流行的金曲奖哦，阿令有教我们一个小 paper 啦，吼，那个来人啊，请上道具。哎呀，老师，这小 baby 啊，这个是我要得奖吗？我如果这一喝啊，不止上不了台，我先在这边醉倒在台上。没啦，老师，南宫吼，一个好的文学家吼，写作的时候都要有很多仪式。哦，像李白以前也要喝一点酒啊。那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这种类似的仪式可以跟大家分享，才能写出这么好的作品？我当然不能说讲要喝酒啦，但是我这 people 啦 ，cosplay 啊，就是角色要投射啊，把我自己的情感、想法投射到我要写的角色。这个角色当然是可以人，可以物，也可以是一个事件。哦，难怪老师写出来的文字这么有味道，这么多样化哦。啊，我觉得我还是先把老师这边收起来，先放在我这边啦，因为我们接下来要看老师这个作词的名单哈。那我们这样比较不会紧张哈。对，如果你不赶快 Q 的话，我等一下心脏会跳出来。好，那我们就来看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入围的有。音乐类最佳作词奖入围的有鹿晗秀、吴修一、
钱南章第7号交响曲，浪漫政治家，钱南章第7号交响曲。陈庆松思想起春城小唱。安爹安娘正汉子。黄雀吟平埔调春城小唱。刘亮言拍牌53游水高，歌仔做七卡，台湾足属戏剧专辑。刘亮言西秋游柳基戏轮鸟，歌仔做七卡，台湾足属戏剧专辑。哎呀，紧张啊！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作词奖得奖的是，哎呀，刘亮言。歌词映射出走七卡在压抑现实中的强烈渴望，在怨叹爱情终究是花开花谢又一回。词句精准表达女主角幽微的情感深处。哇，从这个我的好伙伴手上接过这个奖，感觉有点奇妙。我真的要谢谢评审，要谢谢传艺中心，因为这个也更要谢谢文化部哦，因为在这几年的这个国家语言政策推动下面，我才有机会把这个已经演了，这是一个20几年前就发表的作品，重新用台语来制作。那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对我来说距离有点远了，然后也有很多的文化翻译上面有非常多的问题，所以大概2年前吧，我起心动念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说服李庆芳老师，我们用几年的一个时间来慢慢靠近，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让这个戏重新重现在舞台上面。所以我们先从就是翻译歌词开始，然后我觉得跟静芳老师工作就像是在上语言课一样，然后一字一句的我才懂背后的意思，我问了很多背后的意思，所以这等于是一个翻译的工作啊。我们翻译完了之后，然后在这个柯志豪老师的帮助下面，我们做了1首歌、2首歌、3首歌，所以我们想要用一个走唱的一个方式，慢慢的暖身，让有一天这个作品可以再重新演出。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要谢谢静芳老师的学生，还有他的戏迷。如果明年我们有机会重新制作这出戏的时候，你们都要到场，然后给静芳老师鼓励。然后如果用台语来做张爱玲的《金锁记》，我相信张爱玲如果在世，而且我们还唱爵士乐啊，她应该眼睛会睁得很大啊，就是到底在干什么这样子啊。希望有这个机会可以把它实现。然后谢谢大家，谢谢评审，谢谢传艺金曲奖，谢谢。不管刚刚谁得奖，但是呢，现在心情应该平复了。那个小豪你自己本身也是金曲奖的常客啊，不管是戏曲或者是流行音乐，可以说是作曲的奇才啊。我倒很想问问你，你觉得什么是好的作曲？好的作曲哦，其实它就一定是无中生有啦。那我觉得有点像是跟老师写作，
语言一样，就是我们只是用音乐这件事情来形容我们看到的画面，我们希望能呈现的故事，那把它翻译成声音，那不管是记录在公尺谱上面也好，还是记录在五线谱上面也好，只要它能被演出来，然后听到的时候让人家觉得哇，这个心动，有一些悸动，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好的作曲。对，尤其是在传统艺术里面，作曲呢更要有承先启后的精神跟这个创作力。真的，那我觉得现在换下面的人紧张了哦，因为老师要来接这个奖了哦。那老师，你现在心跳有恢复正常的速度了吗？有，心脏还在跳。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今年入围最佳作曲奖的有音乐类最佳作曲奖入围的有杨元硕《锁笛狂想》，简承轩、杨元硕东京角城管乐团《月脉》。潘黄龙对话与融合，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陈可嘉岛屿迷梦，客家新世界。李元珍思想，阿里山的歌声，客家新世界。卓启柔风车之岸，岛屿复音，台湾当代弦乐作品专辑。第37届传艺金曲奖音乐类最佳作曲奖得奖的是杨元硕《左少狂想》，恭喜！用单簧管巧妙地模仿唢呐之演奏语法与音色技巧，也在曲中充分展现台湾民间宗教与庙宇文化之精髓与特色，成功地用西方乐团展现出台湾本土音乐的精神。听得到吗？好，我常常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会说，世界要看到台湾之前，台湾要先看到台湾。那今天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更多台湾人愿意看到台湾。但是，我的技能很有限，我只会音乐，所以我就作曲吧，就是试试看能不能做一个不一样的声音，然后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记忆，然后不至于到听不懂，然后可以到国外去交流，让国外的团队也使用台湾的音乐，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也是我们嘉颂重奏团一直在努力的方向。谢谢大家。有了最美的词，还有最好的曲子，一首歌要完美的诞生，还需要仰赖最后的编曲这个环节。我想你这几年做了大量的影视配乐跟跨界音乐，甚至呢帮各种的传统乐曲、当代音乐都有编曲，所以一定特别有感触。对，因为编曲啊，就像是做了一件衣服，那旋律很好，他穿了错的衣服，其实也没关系啦，只是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而已。等等，我好像也有入围，对不对？这个奖。那换我了啊！来人，上道具。
老师，你也是有备而来，我觉得。这个你不只是个诗人哦，还是个魔术师哦，可以随时变出东西来。不过如果你待会得奖啊，不止这么一小杯啦，我后面还捞一手啊，后面还留一手。哦，谢谢老师。好，那我看小孩很紧张了哈，我们马上来看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编曲奖入围的有。音乐类最佳编曲奖入围的有戴建宇《暖花开》，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李星云、陈意涵牛母伴春城小唱，林奕晨风港小调春城小唱，柯志豪无惊草，可闻阮后头厝，歌仔做即卡台湾作词戏曲专辑。杨志博、萧玉婷三仙放客，岛屿复音台湾当代弦乐作品专辑。第37届传艺金曲奖音乐类最佳编曲奖，得奖的是李星云、陈意涵、吴国华，恭喜！以细致配器与音乐纹理层层铺陈情感，映照古调中母亲的爱与叮咛，含蓄而深刻地传递真挚的亲情。谢谢评审老师，我没有想到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而且是跟我最重要的编曲前辈星云老师一起，我现在真的非常的感动。我还是来谢谢好了，谢谢屏东县政府让我有机会参与这个专辑的编曲。那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制作团队。他们实在是既优秀，对，所以我很谢谢能够跟你们一起工作，尤其是奎哥，还有祥伟、一成，谢谢你们。然后我也要感谢我的家人，因为身边有一个编曲家，真的是要就是付出很多的支持。谢谢我老公，今天也是编曲入围的萧玉婷。我现在好紧张。好，谢谢我的家人，爸爸妈妈，我的女儿。对，好，老师换你。谢谢评审老师的肯定。这张专辑我们跟了很多传艺师一起经历了，我们非常的荣幸可以领这个奖。那也希望大家多邀请、多重视我们的年轻音乐家陈意涵。谢谢大家。恭喜得奖者，也谢谢颁奖人。见丢兄不忍，他乃是些没得下。银毛根，帮我小赛救下，回向建国进流。乌鸦传说后灵鸟，白色菠萝行数马，龙环南疆名大兴，滚羊糯米杀天下。这月时啊，有听声无看影，真恐怖呢。到底是啥？喂，
这乃叫做千里传音。好，叫千里传音哦。请问你是乌白龙君哦？是。你是布袋戏界，我是电视界乌白乱演，乌白乱讲，乌白乱搬。头拄我看你有够勇的哦！你的威斯啊内底吼，你的马车变变叫更加好，你的马足侪支卡，我2支卡，我真正对袂着你啦。迄是你做人太失败问题，与我无关。安尼你即摆一定足快乐的，对不对？是安怎讲的？你甲想看觅啊，你上厉害一句大师啊！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所以讲你头讲我失败啦，我即摆遮尔失败，毋就变做你上大的快乐咯。孙的啊，你是本龙君今仔日所新收的徒弟，所以是家己人，毋是别人，我一点仔拢无感觉快乐啊！歹势哦，我即摆变做你细汉的哦。无错，你莫话袂乱开玩笑啦。我甲你讲我要讲出我心中的话。其实咧，做囡仔看这个布袋戏这布袋戏真正互我足一灵感。比如讲，有一阵叫做金家仙，伊就安尼昂片磨定磨不熟，定不能磨，铁不上磨，为因家人庙口定红豆磨。我来拍一下扑啊呢，敢听？孙的，你学了要3分成。学了3分成哟。你是炒学的哦？即马讲话你毋着学阿兵？超学兵，我甲你讲，我做囡仔就真正足五人足热的啦。我足爱看布袋戏。较早想讲要去看一个新的布袋戏都爱去迄个录影带租赁店去租呢。才看会到。无毋对，你讲到重点咯。影音出版非常重要，好的作品经令因此流传永久。是，无毋对，咱即马来看。第37届团结金曲奖最佳影音出版奖入围的有音乐类最佳影音出版奖入围的有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极致声响音乐制作工作室2025惊叹乐舞台湾原住民乐舞响宴卫武营场财团法人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醒行用心工作坊，189米业委营业启雄用心工作坊。乱弹戏荟萃1天水关收姜维庆美园乱弹剧团。来咯！第37届团结金曲奖最佳影音出版奖得奖的是第37届团结金曲奖音乐类最佳影音出版奖得奖的是1895业委营业启雄，恭喜啊！徐香一句“大丈夫死而无憾”，是撕心裂肺、万般无语。声音、音效、配乐、画面呈现戏剧张力，强烈氛围感，高度认同。谢谢，感谢文化部，感谢传艺中心，感谢传艺金曲奖，那感谢各位评审团的肯定。那一直以来，荣幸工作坊不断的在出版支持客家戏曲，希望的是让更多当代的年轻朋友能够认识，能够看到客家戏曲的多元。感谢台前幕后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不管是台上的演员、后场的乐师、所有的技术人员，以及
每天都很烧脑的制作群们，谢谢大家的努力以及辛苦，才有一部一部好作品可以让我们保存记录。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喜欢，继续看见台湾传统戏曲的美。谢谢。来，掌声鼓励。哦，欧美龙君哦，你有够厉害啦！他都吼，敢若惊一个险险啊吼，爱包流珠啊！你他都迄个出来迄个杀开吼，吼变变叫，钱钱好，好惨就要甲我灭掉迄一般啦！你是甲我当做你的迄个宿敌，梦中人，要甲我除掉的哦。孙儿，嘿，我亲爱老师，你怎可以甲伊相提并论呢？哦，我袂当哟，啊，但是人面这入围拢真厉害，遐人会当吧？哦，欧北龙君今年登场已经满42年，我都要看卖，只会后日小辈，其中有谁达得以我一战呢？哦，你真正真爱战呢！好啦，咱就来看卖啊吼，这个戏剧表演类最佳武戏的主演奖入围有小看戏曲表演类最佳偶戏主演奖入围的有王凯生《英雄制造》，艺兴阁掌中剧团。你吃了英雄霸道，英家率领大军攻打红旗城。廖群伟闹闹台北木偶剧团。吴生杰世子台北木偶剧团。李金叶一个皇帝在南洋，真云林阁掌中剧团。在南林鸿宪鬼谷第一部光兴阁掌中剧团。哎呦，如何呢？你敢有看到真正的要挑战的歌手吗？我不服，安怎不服？我南疆县乃武林第一战神，将怀所谓布袋戏界一家子，明明是上我上出名，但是因为奖我乃无啊！啊对，你安尼讲有道理哦。你上出名，你竟然无这个有甲你安排，吼，因为部长咧特别念目睭讲，颁一尊啊可以嘿，部长咁，谢谢。啊来你看，哇，即摆现代科技真厉害哦。他多这座山安尼家己哦，迄用声控的，安尼慢慢啊撸出来。我即摆叫伊慢慢啊去正平，伊就去正平，不动一下，哎，往这边，对。啊来，倒平啊。其实呢，我讲咧要得奖，伊就提奖互我。其实这内底比一个人。啊，妹妹不要紧张，好，叔叔不会欺负你哦。哎，啊，欧北龙君，你免烦恼。这个呢，制作单位我咧准备一个特殊的奖要互你，来，请领奖，出。这个分量有够，安尼唔则差不多。安尼好，咱即马要来看第37届咱团结金曲奖最佳武戏主演奖，得奖的是。紧张，刺激！得奖是廖君伟闹台北木偶剧团，恭喜廖君伟！主演担任双棚角中金光戏台所有角色的演出，掌技生动灵敏，口白不油不涩，节奏徐急合度，能与传统彩楼分庭抗礼，取得演出的平衡。恭喜！感听好场面啊！好，免客气。感谢欧北龙君，免客气。啊，搁有感谢这届评审老师哦，这徛咧台顶哦，比做一个紧张。首先呢，
这支奖呢，我甲沈姐做伙入围，所以这支奖是属于咱两个。哎，恭喜恭喜！再来，我要感谢的是台北网友集团，因为这个集团呢，给我足大的机会。我自2018年加入这个集团，然后呢，这个团员我这个阵容阵友，铺一个戏台给我。虽然打这个戏白帮呢是真简单，但是这个过程呢是要亲自底底，嘿。然后呢，我要感谢我的老爸老母，因为我嘛是戏班大汉，我是云林人，一个人徛在台北。古早人讲一句话吼，天惊死，放惊飞。但是阮老爸老母放手，互我去飞，所以我才好徛在这个台顶，领到这支奖。搁再来，我要感谢就是我的先生江英华老师，若无我的先生，后壁无这粒遮高遮悬遮栽的山，我也无机会会当伫遮。感谢老师对我的栽培，感谢永志老师、珊珊老师，还有琼琪老师、沈姐，还有阮台北网络集团所有的 partner。沈姐，我爱你。你着两届，这届小女娃姐要娶某，爱欠一寡某本啊！哦，谢谢谢谢，多谢。恭喜得奖者，恭喜恭喜！也谢谢颁奖人。来，妹妹对我来。请歌中，这出戏它确实是开创了很多年轻观众进到剧场来，以及看到这么多表演艺术家，他们正在尝试让台湾土生土长的本土歌仔戏能够有新的面向。然后它是一个关于穿越、关于转身的一个最疯狂的歌仔戏。你在做任务就是扮演高庆君。历史上其实嘉庆君根本就没有来过台湾，他们真的把一个异世界打造出来，这些元素其实都非常有趣。孙翠凤老师、孙荣辉老师。这些老师级的人物，然后愿意跳下来跟我们一起玩。这一出戏其实是非常非常传统的歌仔戏，因为歌仔戏这100多年来唯一不变的传统，其实就是不断的创新。这个故事本来是中国的笔记小说，它流传到日本去，变成了歌舞伎的一个很重要的剧目。修炼牡丹呢，就是把这个故事呢再挪回到戏曲的背景里面，有点像寄生上流的感觉。张梦毅老师一个人分饰3个角色。一开始我从看剧本大纲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很挑战。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看他演女鬼嘛，哈。演坏人蛮好的。我不太喜欢用很实的硬景，我会喜欢用投影。女鬼出现的时候，这个灯笼它也会出现。你不只跟演员对戏，你要跟上面的投影幕有一点互动。确定要这样吗？我们不要弄这个，太累了吧？突破了原来新传在表演上的框架。什么的高点пра演咯？咱即阵用一个你生目睭看白白，唔捌看过的演出的布袋戏啦，来结合着印尼爪哇皮影、藏头盔的戏哦，过来就是因的画卷戏，两种文化要安个斗做伙，咱用着地河下西游。不同款的视野在讲故事。郑和其实大家都很熟，可是郑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多身份的人，到最后他其实是不再拘泥于我是谁。下官地河拜见满家八血国王，安大夫不安得安咖喱亚。
那在展现形式上面，因为爪哇皮影戏的演出方式采用纯影子的方式来演出，作为角色的梦境。爪哇的甘美朗加上台湾这边的戏曲的后场乐器，同时在台上用现场演出的方式呈现，我觉得非常难得。九六庙口布袋戏其实有足侪水的物件，希望咱即阵的台湾人好好珍惜咱的传统文化。这张专辑不是一张普通的 Easy Listening 的专辑，它就是要去挑战一个从古到现在的一个互相交融的过程。从现代经过大键琴到巴洛克，或者从巴洛克，然后大键琴到现代。身为一个搭桥者，越来越多人能够认识多元的音乐这件事情很重要。台湾也是一个多元汇流的，为什么我不能去让这个共通性来产生一种对话？共通性多一点的时候，那个融合的分量就会比较多，在表达它个别的对话的感觉就会多。其实要后置非常非常困难，因为大家都是按照彼此听到彼此的音高去做演奏上的调整。那我能做的就是尽力的把他们当下的声音收制下来，然后尽可能的做好的还原。面对专业，然后抛下彼此的身份，然后我们好好的做完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感觉很好。身为制作人，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大家都能够自由的伸展他自己，然后我们负责去找到他们的光，音乐家的光跟作品的光，我们把这个光线把它连在一起。我相信也该有些人默默地为开创现代新文化而效力。我们做出来了。对啊，很棒。尚宪，你知道每一次表演的时候啊，除了台上的这些表演者之外，后台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真的才是幕后英雄，完全是英雄。我跟你讲哦，听说他们行政都是超人等级的。没错，今天这个时间呢，对，我们就让大家来听听看这些幕后的这些超人有什么秘密，好好的跟他们聊一下。对。来，那我们有请第一位我们的幕后英雄。来，嗨，你好，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还有你是来自哪个单位？我是那个极致声响的团队的行政。哦，音乐类。天哪，你们今天入围超多项，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那您是负责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工作内容？我这次是负责行政的一些部分。行政是像什么工作？做哪些？我觉得最困难的应该是订便当的事。哎呦，原来我跟你讲，问对人了。来，我跟你讲，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订便当3个字，一听到全部人倒抽一口气。敲膝盖、敲时间，但是订便当这件事情，对，订便当首先是要先知道大家的饮食习惯嘛，然后再来是有些人不喜欢吃饭，有些人不喜欢吃菜，有些人不喜欢吃肉，对，有些人不喜欢香菜，对，然后有些人就是现在不太饿，等一下又会太饿，然后有些人会需要一个便当，所以你那个量的拿捏也是非常的重要。对对对，那你起来很多怨恨呢。对，然后因为我们录音10天都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不能每天都订一样，不能重复，不能重复，然后只要表演者或是录音的工作人员开始脸色变了，音乐就不好听，你就知道你订错很多哦。吃实在是太重要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困难。那你有没有遇过真的订了之后有人这个真的有不开心的状况？我觉得我的合作伙伴们人都很好，他们都会说你订的真的很好吃。对，哇，我目前还没有遇到，我觉得很感谢大家。我跟你讲，行政已经够累了，如果他不小心订到你们不喜欢的，你还是可以笑一下。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明天会更好哦。谢谢你，谢谢。那我们再邀请下一位，继续邀请下一位辛苦的行政超人。你好，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嗨，我是嘉颂重奏团的行政方怡。
那平常都要音乐类型做什么样子的行政？就是包山包海，包含包山包海刚刚的订便当嘛，对不对？对那除了订便当，有没有哪些事件或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困扰？哇，好累哦，就忝哎。就还是来讲便当后，我们有一次哇，还是便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传艺金曲奖幕后超人的便当。哎，请说。就我们有一次就是便当没有来，哎，没有来，真的我直接没有来我会爆炸，我直接爆炸。那便当去哪里？因为那次是别人送的，对可是不是我们自己订的。哦，就是别人 ON 的赞助你们。对。来，今天有便当我处理啦。按过一波没给你，真正没给你订。我也不知道他中间发生什么事，然那后来后我们怎么解决？你怎么解决？马上开始打电话找那个最大间的连锁的，问说，哎，你现在可以出几个？哇！然后就好几间，每间找一些。好的，这个是非常辛苦。我觉得这非常辛苦。可是你们不用一些卖票相关的这种行政吗？什么？这部分卖票应该就比较是有啦，但是就是大家都协助这样，就是团员也大家都是非常努力这样。好的，因为我觉得音乐团队卖票也是需要大家帮忙啦。谢谢你，谢谢，感谢。那我们再来下一位。来，大家对先恭喜得奖，恭喜！哇，一定拿到2奖项了，对不对？对，非常恭喜，跟大家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那我是我身份有点多，那我就说我比较常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就是荣兴客家采茶剧团的制作这样。你黑客家演的吗？有知道。我以为你会回我客家话。爱的，你还没有厉害讲演，按自谁张来聊。那昌宪会不会讲客家话？重点，重点，爱黑超重现。我很爱客家戏，因为最近我刚拍完了一部，对，越来越有兴趣了，好不好？客家的那个语言语文了提升。欢迎来客串，欢迎来找我。分享一样，欢迎来客串。没问题，没问题，有很多聊这样。那还是要问一下，辛酸血泪史有没有觉得哪一段工作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或是特别累的？印象很深刻或特别累嘛？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稳定所有人的情绪是最辛苦的事。哇，这个很不容易耶。对，所以大家会排戏排到很走心。对啊，何止就是出门工作就很走心，每一天的。就等于你像是大家长，要顾着每个人的心情。没有，都说我是保姆阿姨，我是大家的保姆阿姨。那有什么缓和他们情绪的妙方可以分享吗？就是准备好吃的好喝的。所以还是用美食抚慰人心啦。对。美食还是很重要啦，所以这一招我们也可以学起来，回去教小孩。对，因为他就像是保姆啊，他自己说的嘛。食物收买人心是最方便的一件事情。是。哇，接下来还有一些奖项，对，最近有没有想要宣传的戏？趁现在。还是都已经卖光了。我们目前在全台有巡演，就是那个《铜锣响起时》，也是1895的故事。就是欢迎大家可以来看戏。还有票可以买吗？重点。我们是锁票的，免费的哦。哇，好康到秀不？赶快来看戏，赶快来看戏。谢谢把我们这个好康的消息分享给大家。谢谢，也恭喜你们，谢谢。再来我们最后一位。最后一位这边请，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是新传歌仔戏剧团的行政文庆。那 OK， 喂，水，拖下水了呀。这拢是你的人啊！还有加油团呢！哇，真好，恭喜！好高调。好，那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辛酸血泪想要分享？辛酸血泪哦。对，因为你主要是执行什么样的工作呢？就是一样，跟前面都包山包海。包山包海。对，那么剪 podcast 也是我。也是你呀。对。Real 全部拢你的对啊。哇，你真加辛苦嘞。对。所以你有便当的问题吗？一样有啊。那你先不要回答。他订的便当好吃吗？赞。安内话，台老公赞就是赞了。对。因为呢，我这个便当是有师承的。师承啊！你进来剧团呢，就有前辈都跟我讲说，你订便当不能乱订哦。什么鱼啦，什么那个要特别注意，因为有人怕吃鱼啊，鱼是啃到了，对，会影响演出。对，所以呢，我们呢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要让大家在便当桌前犹豫不决。那一天我就成功了。我懂，这个吃这个好，最高还是要吃这个。你真的成功了。恭喜你，也再次感谢你，谢谢我们的幕后超人，谢谢你们，谢谢。好啦，所有的典礼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即将开始，典礼即将开始，跟等来哦，去变瘦的跟等来咯。没错，接下来的表演相当精彩，谢谢，待会见。
双啊起日头，厝内啊伊都满天红。思乡记是满洲民谣传统7种调的其中一题。当年苦拼顶生死天赐了后，南台湾街头巷尾拢真流传。咱较少年辈可能有一寡人就无听过一寡台语老歌，啊，毋过伫咧满洲，有人一世人用着性命咧唱歌感动人，保存有风土特色的曲调传传落去，为台湾音乐史深深定根。接落来，咱有请团艺金曲奖音乐类特别奖引言人吴英顺老师。你听到唱歌哦？歹势歹势。新家的白是吉阿哥，阿哥要我海，好我天地土。迄一阵落山好是对面那个。险险无命话，窗啊见的歌。啊，糟糕！哇！我错了，这不是我的场子，因为我要帮张日贵阿嬷来做引言。真的，张日贵阿嬷呢，她能够获得第37届的传艺金曲奖。音乐类的特别奖，同时我认为了哈，他也是后陈达时代成为恒春半岛上没有人能及的满洲民谣歌手。因为我就1分钟而已，我就要赶快讲他得奖的理由是什么？一，他坚持承袭传统，因为在满洲要唱就要唱6个调，阿嬷通通会唱。第二，善于变造新声，刚才我们听到那些小朋友在唱，都是阿嬷流传下来，因为他不是唱调，他是在唱歌。第三，他乐于诠释生活，所以他的歌通通有生活的情境。第四个，刚才为什么我要唱那一首歌？那个红港修调，阿嬷能够分辨出什么时候不看起，那个叫做树桂春。第三句看起，迄看起。迄都是红港小调，啊，每一句拢有看，迄叫红港老调，阿嬷清清楚楚怎么唱。另外，他也是满洲很重要的一个歌，叫做《牛毛伴》，就是在结婚前一天，这个女方要结婚的前一天呢，她要唱。整个恒春半岛上面唱的最好的就是张日贵阿嬷，因为她每一次唱。每一次哭，同时呢，刚才我看能够真假声这样子能够交换的最好的就是阿嬷，还有最主要是阿嬷她从小就不识字，然后在东海市里面呢，靠着念那个念经呢，而学会了这些这个华语，所以呢。他居然会唱，在歌里面唱12生肖，每首歌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啊？都有史记，所以我们知道阿嬷呢，过去在满洲里面呢，唱了很多很多歌，其中最重要的一首歌就是为满洲驶牛车驶到海口去，因为这个地方呢，他所唱的就是用风港小调来唱这首曲子。整个就是阿嬷唱的最好，她就好像在唱一幅非常漂亮的满洲清明上河图。对，所以你说阿嬷该不该得奖？对，真该得奖。我们知道，现在张日贵阿嬷的歌，她的声音已经变成了满洲人的骄傲。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把这个奖颁给阿嬷。虽然她身体今天没有办法承受像以前一样唱得那么好，但是她已经变成了满洲的文化资产。好，下面我们就来看阿嬷的非常详实的 VCR， 谢谢大家。有些歌没有写在乐谱上，却写进了满洲人的生活里，在田里唱，也在日子最苦的时候唱给自己听。没有老师教，也没有乐谱可循，妈妈唱过的歌，张日贵老师一首一首记在心里。我妈妈细汉的时阵吼，因爸爸就过身啊，妈妈因家庭足困苦的啦，妈妈就奇怪拢会听到伊的妈妈在唱曲啊，伊迄个曲是唱了是足悲伤的安尼。我熟悉张日贵老师30几年啊，伊是足厉害的，毋捌伊吼，为着要教这囡仔，教这的人吼，伊安尼四界奔波安尼吼。日时人拢爱做工课，所以拢爱暗时出门，所以迄段时间实在是足辛苦的。阿嬷，我甲你开讲一下吼，当初是安怎学这民谣？你甲我讲这故事是？我要学迄落，我嘛是一直叫人啊，你咧在画图啊，就看卖安尼啦，唱看家己唱家己迄个啦。张日贵的唱腔承载了满洲的生活方式，从工作、结婚到寺庙诵经，他一步一步学会识字。在条件刻苦的年代，他的记忆如同满洲文化的硬碟，而他也带着这份记忆，从田里唱到国家舞台。民国60几年的时阵啊，吼，蒋教授就采集这个民谣，头妈妈伫遐研究各种的民谣。咱满洲乡有去港啊，去永靖，有去向南，第四个招人要来学这个民谣啊。跳出高天啊！其实啊，我小时候是伫咧恒春迄学校遐的时阵有学过民谣。国中毕业了，我去外县市读高中，然后再回来100年回来的时候，我伫规个恒春半岛我找无我家己小时候听过迄种韵味。是106年我入来满洲，才做代理老师的时阵，我才听到阿嬷咧唱，甲我细汉听到的韵味差无偌济，就是因为安尼才去做阿嬷的艺生，开始甲阿嬷学民谣。我把这张专辑接下来制作之后，跟很多音乐家、编曲家联络，我都跟他们说，制作这张专辑就好像是要目送一班准备要离站的列车，那我们都是在跟时间赛跑。这张专辑我的制作的核心就是希望让所有人可以透过这张专辑认识不同时期的阿嬷，所以也很忠实的保留了阿嬷现在演唱的样子。时代无啊，做咧我。你唱民谣唱歌的时候，你的心情拢是安怎？我就是讲，唱歌唔知遐有人爱。唱歌才有人爱好。今嘛，请祝福我恁的抱仔声，咱来欢迎咱的得奖人张日贵老师上台，来邀请到咱的文化部部长上台颁奖。有请。好，咱部长甲咱的阿嬷，咱做伙来翕一张相，好不好？来，咱看头前，咱做伙来翕一张相。啊，真好，看头前，恭喜阿嬷。抱声继续甲吹落，谢谢。好的，也先谢谢部长，部长请回座，谢谢谢谢。阿嬷。我知影你足感动的，来，我嘛看了足感动的，即马来，互你时间，看要甲大家讲啥物咧？咱来唱歌好袂？好啊！我来啊，说是呀，爱儿啊。
简单问一句就好啊。阿妈，你今日有欢喜无？你有欢喜无？我太不欢喜啊！破下去嘞！再次谢谢阿妈，恭喜阿妈！站起来！咱讲你的破声，多谢阿妈，恭喜阿妈！继续唱歌，谢谢，也谢谢咱的尹妍玲，多谢。恭喜张日贵老师，也谢谢颁奖人尹妍人。身为客家人，小时候我亲记得咧，就是庙口戏片当歌传来的锣鼓声。今天能在典礼上把这份荣耀送给一辈子深耕乱弹戏与客家戏曲的传统艺术大师，我心里特别感动。现在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传艺金曲奖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引言人许典甲老师。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可以为庆芳老师来引言。庆芳老师从6岁的时候，他就加入了乱弹戏的囡仔班，担任同龄演员。在如今呢，拥有这样的经历的乱弹演员仅此一人。庆芳老师成为职业演员之后，他不仅是武戏、文戏、男生、女生、严肃的、滑稽的，他都能够精湛传神的演出，而且他还自带粉丝，他到哪里演出呢，都是票房保证。当时歌仔戏、采茶戏正在流行，庆芳老师呢更进一步开始编剧、导戏，因为内容非常的精彩，所以其他的戏班呢也会纷纷的跟进演出。所以庆芳老师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引领戏剧界的指标人物。不论时代环境如何变化，庆芳老师持续81年来的戏曲艺术实践从未停止。如今呢，他还要同时指导3个剧团演戏。我想今天的戏曲类特别奖，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我相信那句话会是：台湾的传统戏曲不能没有王庆芳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段影片，更深入了解这一位人间国宝。王庆芳老师。他是乱弹戏的人间国宝，会晓客家，会晓乱弹戏，会晓歌仔戏，老师是样样俱全。就算再累再忙，如果讲到要教戏、要排戏，他都很有精神，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有精神。心不下来，泪双流。从艺超过一甲子。更是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乱弹戏的保存者。王庆芳老师从小就接触许多不同的角色。6岁开始学习，我老爸跟我妈是乱弹戏的人了。我9岁就开始出来赚钱的。我一开始的我是写丑角，12岁那个时候没有小生，那个老师啊就把我抓起来，12岁开始转小生。少年斗胜，可是不一之一哇！哎呀，深厚的底子让他成为当代乱弹戏的巨星。虽然后期乱弹戏式微，庆芳老师从演升级为教，让更多戏班弟子学习乱弹戏。我们乱弹戏有分派别不同，跟庆芳老师学习的老师有不同的火花。所以2个派别的好的东西、精彩的东西，希望是留在学生身上。我一开始学习的是歌仔戏，我觉得老师给我很大的影响，是让我在
乱弹戏找到不同的演法、不同剧种的呈现方式。一开始觉得老师可能是很难靠近的，但没有想到就是很热情的，就是教我戏，很像家人，他很像阿公，他很像阿公在教课。有时候可能会忘记啊什么的，然后老师一发现你忘记，他就立马起身，会跟你说动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考试完的时候，老师有讲评，然后老师就讲了一句话，老师笑笑的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还是会继续教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就听到老师讲这个，我觉得反而要更努力。从小时的粉墨登场，到如今88岁依然身手非凡。王庆芳老师把对表演的热爱转为传承，持续的发光发热。我只要我还能教，就跟着传承下去；不可能教了，我就休息了。教到什么时候？教到我不会教就算了。让我们欢迎得奖人王庆芳老师。也邀请文化部部长帮我们上台颁奖。虽然是啊个汉风中南，中外花中灯，也爱照亮快顺来家一生，搞起来当啊风雨，搞起来好。我们来一张合照。基础有起来电路，航天体团人生机。谢谢，对我们请文化部部长先行回座，谢谢。各位长官各位来宾，还有部长，还有文化部传统艺术各位老师，你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我是王庆芳。6岁开始演戏，演到现在88岁，才得这个奖，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幸运，能够在这里接受第37届传统艺术传艺金曲奖，我得到是特别奖，我心里面就2个字，就是感恩。感谢文化部，感谢部长，感谢文化传统艺术各位评审老师对我的肯定，还有感谢一路支持那个观众朋友对我支持，非常高兴得了这个奖。但是我得这个奖不是终点哦，我还有使命。从我这80年的经验，我要传给很多学生、很多的医生。别管乱弹戏也好，还是客家戏也是很好，那个知意。只要我能够教，我一定尽力把它传承下去。要教很多学生，很多医生，所以今天给这个奖非常的高兴。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大家回去赚大钱。谢谢，谢谢，谢谢。恭喜王庆芳老师，也谢谢颁奖人、引言人。za ja za ja ja nu am hayang
孩儿不孝，离家远行，书剑终无成，愿将一生付重生。阮英雄制造这出戏哦，其实是用伪纪录剧场结合这个布袋戏的表演啦。透过这出戏啦，甲衍生成一个这义兴这个英雄的人物，是以这个中南美洲切格瓦拉吼为这个创作的原型啦。为往这个布袋戏吼，这个表演拢是一个单一主演的观点。但咱这届吼英雄制作用双主演的方式啊，一位布袋戏主演，佮加一位这个现代剧的演员吼，用双重观点的这个表演的形式吼。伫咧这个戏出内底，探讨英雄在过一个时代啊，也是安怎去用创造出来？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款的英雄？
有别于传统掌中剧惯用的音乐语汇，英雄制造在音乐设计上尝试大胆且创意的即时声音制造。布袋戏伫咧这个每一个时期吼，拢有伊无共款的一个样貌呈现伫咧观众的面头前。啊嘛，希望讲未来阮的布袋戏会当有更较侪无共款的可能性，会当呈现互更较侪观众朋友了解，互布袋戏走入更较侪人的生活当中。欢迎颁奖人王海玲、唐文华、唐美云。你先请了，请了。今日团结中心哦，请咱3仙老公啊票，拄只干那祝福事呢，安尼还阁无够，还邀请我们一起颁奖。是我们戏剧里的半仙，是除了酬神、娱神、向神明祝寿，重点是为了台下的观众们，祈安、赐福，求取吉祥如意。3仙来颁奖，来颁奖啊！真是没想到吧哈？那今天呢，不管是有没有得奖，来到这里就会获得我们祖师爷的这个保佑。另外呢，也获得我们这个福禄寿3仙的赐福了。对，会甲大家祝福啦，福气啦，嘿。对，言归正传，这讲到吼戏曲这条路，戏曲这条路，这可真的是不好走啊。是的，从小做科8年，吃过多少苦，挨过了多少打，我们只有一件事，就是练。说得太对了。以前那个时代呢，就是没日没夜的练。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要当一个称职的演员呐，那这个身上流的汗水呀，这个脸上流的泪水呀，那是数也数不完的。是啊，以前环境真艰苦。也毋过，迄当阵剧团真济，机会嘛就济。只要你若肯练，能熬过去，总会有机会可以出头。但是即马无共款呢，传统戏剧的剧团的环境更较竞争啊。现代娱乐这么多，现在的年轻人要学戏，那都爱练就一身扎实的幼功，还要面对更多元、更较激烈的市场的挑战。没错。要成为一个角儿，那个熬字是外人很难想象的孤独啊！你得熬过练功的枯燥，没有掌声的板凳期，还有对自己的能力的怀疑。在这个时代，这群年轻人们，明明有其他的选择，但他却选择了留下来，把青春奉献给传统艺术。所以啊。今晚我们3位老仙呐，在这最想对这群年轻的孩子们说声谢谢，谢谢你们还愿意这样熬着，顶着压力和辛苦，用你们的肩膀把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艺术。用双肩把它扛起来。那么，这个传统戏曲只要有你们在，就会生生不息的一直传承下去。谢谢你们。是的。所以呢，今晚不论得奖的是谁，恁会当徛伫遮，这都已经是传统艺术的骄傲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来看看。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青年演员奖入围的有
戏曲表演类最佳青年演员奖入围的有张敏君、刘婷英卖身、乌猫戏出。郑丽蓉、洪新蹦、温翁喜柱、新传歌仔戏剧团。吴承恩、文武天香、毛断计划。吴玉生、乱弹戏荟萃一、天水关收姜维、庆美园乱弹剧团。张欣怡、暗夜花香来、博优作。吴艺轩、暗夜花香来、博优作。不离啊紧张，都还没丢咱的，我在紧张啥？哦，没有，这心情我完全拢会当了解。要不安尼好啊？等一下呢，希望这个奖项都可以过一下阮福禄寿三生的手，安尼较有福气。所以呢，要不然就我猜信，然后堂哥念信，海玲姐颁奖，如何？好吗？正有此意。正有此意，太好了。准备，我无看。好，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青年演员奖得奖的是张欣怡，恭喜！暗夜花香来，恭喜！张欣怡演技生动灵活，诠释小赌徒俏皮而不落俗套。面对屠村悲痛，则真挚诚恳，凭借饱满深情与强烈渲染力，让角色展现不容忽视的存在感。我不是张欣怡，但我惊一，我想张欣怡当时这样变人。哦，但是我今天讲好奇啊，那我是来代替张欣怡来领这个奖。那他有准备了一些感言，那请现场的朋友给他一个最热情的掌声。有可能等你看，咱替伊加油。谢谢传艺金曲奖，谢谢主任以及评审老师再次对我的肯定。谢谢许兄在我休养期间用他的力量推我一把，常年累积下来的经验以及各方老师对我的指导，我都铭记在心，让我在面对每一个角色与挑战的时候，都能用最好的状态呈现。我记得以前我总是会在舞台上用力的卖自己，但是现在我学会了稳定、松弛，运用呼吸、肌肉的记忆，诠释每一个角色。谢谢传艺金曲奖陪伴我度过2次大手术、艰难治疗的之路，谢谢你们，我会好好守住这份快乐与幸福，让它无限延长。恭喜张欣怡，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演员奖。李文呐，嘿，文华，哟，哎呀，恭喜2位啊！谢谢你们也光荣的入围啦。是，谢谢。能够和这么多厉害又资深的这个前辈们、同行们一起入围，实在是让我觉得很兴奋哦。这个是彼此切磋，我是学习的好机会啦。嘿，对。是的，上个奖项鼓励年轻的演员们，这个奖项则是提醒我们，艺术这条道路上是永无止境的。是的，说的真是好啊。不过究竟是什么让你们一直坚持在演员这条道路上？我们用一句话说明就好了啊。那么台下还有3位杰出的入围者，请你们也做些准备啊。等到这个福禄2先讲完了，就换你们了啊。好，美云嫁了，我先是不？刚才当讲一句尔吗？对。哇，这足严的吼。
歌戏，互我坚持到的原因，是因为伊毋那是表演，伊是咱的根，伊是咱的生命，伊是咱的文化。梦话该你了。好的，那么我们只有不断的坚持，喜欢它，更爱它。谢谢。说得也好啊，在这个访问3位这个台下的这个之前呢，等一下请说，还要为我们准备一下寿仙的小信物，要送给他们。哎，我们5位都有哦。真的来，我们把这个祖师爷啊，这个有特别加持过的啊，是送你。谢谢。要保佑你们。哇，谢谢。要收好。好，收好。那么我们请2位主持人。这里。对，老师，这里。哇，好，那么接下来就请。那老师不好意思，请用1句话表达您此刻的心情。好紧张。戏曲就是我人生成长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就爱歌戏的，所以我会一直在歌戏的路上，一直打拼，一直努力，一直传承。我现在就是跟着所有老师的脚步，努力坚持着。谢谢老师。好，请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掌声。那么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这几位高手的作品吧。戏曲表演类最佳演员奖入围的有张梦艺、亲传李继文正在动映，游鸾牡丹亲传歌仔戏剧团，唐美云梦在海潮那边，唐美云歌仔戏团。古意范文武天香毛断计划。魏海敏女王的名字，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唐文华孟红楼乾隆与和珅国光剧团。这实在是迄落吼，也无安尼好啊，我无勇气。我觉得堂哥，我觉得这还是交给海玲姐。我们都交给海玲姐，好不好？对，我们交给对。看，都会紧张了吧？啊，好，我来。第37届传艺金曲奖戏曲表演类最佳演员奖得奖的是魏海敏，恭喜你啊！魏海敏在上半场扮演慈禧，唱白做表细腻，层次分明；下半场扮演不同性别与阶级，跨越不同行当，能随心所欲发挥角色的特质。祖师爷保佑。感恩传艺金奖，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感恩所有的评审委员给我的肯定。上次领奖是2008年，18年前，我真的是王宝钏了，18年终于第2次能够领到这个奖。也要谢谢
这个戏的制作。那么王家明导演把慈禧这个故事讲得这么好听，那么也让我在舞台上面过足了戏瘾，我能够演这么多不同的角色，这是从传统到创新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种做法。那么真的时代不一样了，戏曲的样貌也一直在改变，但是我们身为戏曲人，我刚刚坐在台下，其实非常感动，因为我演的这个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就是我们戏曲最重要的一个推手，因为她才让我们的戏曲能够成为所谓的京朝派，就是京剧能够成为一个最主要的剧种，然后一直延展到全部的华人地区。所以我想，戏曲就是一些人在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在今天21世纪还要继续把古人的故事借由这个舞台表演出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有中国文化，我们的中国文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赖以生存的一种处事的态度吧。所以我想非常除了感恩这个奖之外呢，也感恩所有的观众朋友给我们的支持，因为中华文化就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支持，才能够让我们的文化独一无二的在这个地球村上面。谢谢各位。恭喜得奖者，也谢谢颁奖人。小蔡，哎，来了，东西推出来，快一点。有，我已经在推了，我在路上了，我在跑起来了。哎，位置要放好，我跟你讲，快点，我找一下马克啊。你看人家动作多快，你真的是。不是，我知道啊，我在找马克啊，你卡住了，你看。你看到了没有？不是那里的，过来。有啦，应该是这里啊，不是啊，后台很暗，怎么不贴荧光的嘞？这荧光马克。全部人都找得到，就你找不到。小蔡，你真的是有够菜。好了，不要再念了。哎，后台帮我把张老师的麦关掉。怎么把我麦关掉？我是主持人哎。哦，哎，你不要这么严格啦。不行啊。可以啦，因为我跟你讲，通常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人，对，他就做幕后工作人员。你想做工作人员是最辛苦的，每角都要注意，很多细节都要顾的，没有那么容易的。真的，我告诉你，你那哥哥刚没有弄好的话，等下下个表演全部都会出乱子，就完蛋了，你知道吗？聚光灯没有照到的地方，才是真的战场。真的，我觉得这些工作者啊，因为他们是需要很长年的训练，还有经验的累积，才有办法练就专业，才可以让舞台上的人表演得很安心，台下的观众看得更开心。哎，对，爱蒙姐，哎，后台准备好了没？好了。传艺金曲37，灯光 Q， 请走。
爱豆准备好了。我们在找台湾史里面比较有趣的故事，结果就看到蔡牵这个海盗，没想到他老婆更了不起，我觉得完全开启了一个新的视野。她是一位很有想法的新女性，这个在一般传统戏里面比较少。她是一个独立自主。有想法，财富自由、爱情自由、婚姻自由，你可以玩你的，我可以玩我的。可是我们是彼此尊重的。大家都在磕 CP， 希望哪一对会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特别可爱，还蛮过瘾的。整出戏从空间到演员的情感，很多线在流动，很像我们对于平行时空的想象。你看我写这我一模一样。我是月亮射手。我非常喜欢那种很自由奔放、无边的感觉。我想象那个画面，这真的是蔡牵马在风中，在这么多的讯息当中，他能够找到那个他最想要去的方向。如果我是蔡牵马的话，我想我还是会陪他远走天涯，去开发属于我们的天地。欢迎颁奖人吴兴国、凤小岳。大家好，我是凤小岳。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荣幸，能够跟戏曲界的传奇吴兴国老师一起在这边颁奖。现场的各位贵宾、好朋友、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晚安。老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也其实有在做乐队，然后所以我偶尔会做专辑这样子。但是必须要说，在我眼里啊，您把莎士比亚跟京剧做结合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件十分摇滚的事。必须要说，您才是最佳的跨界制作人。我不敢自称是制作人。一个作品的品质的完整，还有整个的细节和流程，都是在制作人的安排推动下来完成的。制作人真正要面面俱到，而且眼光卓越，还要会找钱，要有耐性、耐力、耐劳，又能耐压，这可真是不容易啊。没错。那今年入围的制作人们呢，不论是精雕传统还是大胆的跨界，都把这个职人的要求完美的偏执做到了一个极致哦。好，下面请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入围的有音乐类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入围的有郑嘉玲、简承轩、杨元硕、东京角城管乐团、乐奈。戴建宇、蔡嘉璇，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李星云，春城小唱。
柯志豪、刘亮言，歌仔做即卡，台湾足属戏剧专辑。吕少佳，客家新世界。哦，突然变高了。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得奖的是郑嘉玲、简胜轩、杨元硕、东京角城管乐队、乐麦。从节庆、生态、神话到小镇风光，专辑透过原创作品刻画台湾自然与人文风土，乐曲概念清晰，演出精湛，是一张饶富生趣的佳作。好，我来示范最佳制作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道歉。那我们今年有一个最佳的编曲家，就是帮我们把所有的曲子就是编给我们到日本做的一个合作。那因为我们的疏忽，所以我们没有报到最佳编曲的这个奖项，所以我要在这边先做制作人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跟我们的作曲家李汉威先生做道歉，也谢谢你的付出，谢谢。那在作曲的过程当中，虽然是大家很努力，我当然把旋律跟和弦还有很多的东西都配出来，也很清楚的知道说哪边的配器要做什么，但真的帮我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实践出来的就是李汉威。那在这边真的很谢谢他，同时刚刚作曲奖的时候我真的是疏忽了，我没有提到他，真的很抱歉。好，那谢谢大家。我们是嘉颂重奏团，我们来自嘉义。那谢谢今天主办单位文化部还有传艺金曲奖，谢谢大家。信国老师，你是我们影视圈的大前辈。不敢。确实，我们这辈演员呢，小时候都看您的《青蛇》《赌神》，您那个仇笑痴，实在是我童年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噩梦。你知道我在考剧校的时候，我也是演反派。哦。跟您分享一下。不过我想要请问信国老师啊，在影视是神级演员，然后在剧场又是一位大导演，您是怎么去一边演戏，然后一边当导演去掌控全局的呢？导演是带着一群热情的人去逐梦、造梦，激发出艺术家和演员的才能。我们相信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用生命投入就能感动观众。能创造出令观众感动的戏，就是最好的导演了。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最佳导演奖入围的有：戏曲表演类最佳导演奖入围的有戴君芳《梦在海潮那边》，唐美云歌仔戏团。叶志伟《英雄制造》，艺兴阁掌中剧团。武珊珊、李云、赤子，台北木偶剧团。宋厚宽转身到异世界，成为嘉庆君，发现我的祖先是诈骗集团。明华园戏剧总团。戴君芳《梦红楼》，
乾隆与和声，国光剧团。第37届传艺金曲奖戏曲表演类最佳导演奖，得奖的是叶志伟英雄制作新艺阁掌中剧团。全剧机智且具结构性，巧妙地将传统艺术传承的命题转化为更精彩的当代金光戏。演员在虚实缝隙中穿梭，成功打破英雄神话的单一。哈，我感言用完了。好，一样还是要感谢传统艺术中心，然后要感谢当初给予这个制作资源的这个戏曲梦工厂。然后一样要感谢所有的工作伙伴。我其实本来在想说，应该就是因为我刚刚非常的放松，就是想说应该没有我的事了这样子。对，然后老实说，因为去年得奖之后，有很多人想要找我写剧本，然后我就说我很讨厌写剧本，因为写剧本很痛苦。因为我常常这样讲，就是剧本是编剧是所有人帮你做决定，你一个人去完成。导演是你一个人做决定，大家帮你完成。所以老实说，我比较喜欢跟大家一起工作，因为我只要出一张嘴就好了。所以老实说，这个奖不是属于我的啦，是属于我的所有的工作伙伴的。然后每次在问到说这一个作品有什么样困难的地方，我永远都会说，最困难的永远是你正在做的这一个，有好多的难题还没有解决。然后期待可以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英雄制造10月份就在双十连假会在高雄的经典剧展再次演出，我们还有一些票，那希望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值得的作品。谢谢大家。恭喜得奖者，也谢谢颁奖人。欢迎颁奖人许常德、陈慧珊。大家好，他是陈慧珊，他是许常德。好，今天呢，我想就是我是一个大外行，所以我有一些事情要请教慧珊妹妹。好，传统音乐到底是什么？这个常德哥哥给我一个拷问啊，好，他不在牌里出牌。我觉得所谓的传统音乐呢，就是一个活的记忆。然后对我而言，活着的文化记忆，让我们听见过去，了解当下，也走向未来。那我们就来看看最佳传统音乐奖。不可以啊？你要问我我的看法是什么？那您觉得呢？好，我觉得传统音乐对我来讲就是初恋。没有这个人，就没有后来的其他音乐，好，可以了，来，好，我们先看入围的有，我们入围最佳传统音乐奖专辑奖有哪些？音乐类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入围的有刘玉云创作专辑《耕耘台湾》，及时享乐数位音乐坊。月明沧海无韵一，好有感觉音乐事业有限公司。春山柳，客家百言经典曲式，用心工作坊。卢亮辉的台湾情怀，台北市立国乐团。台湾乡音集，财团法人桃园市文化基金会。好，我要帮你打开。好紧张。
第37届传艺金曲奖音乐类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得奖的是《纯生路客家八音经典曲集荣兴工作坊》，恭喜！恭喜恭喜！以精湛演奏与细腻制作，真实呈现客家八音的音乐风貌与文化精神，兼具艺术性与保存价值，充分展现传统音乐的生命力与时代意义。部长，市长、主任，在座各位长官哈，还有评审委员啊，我一定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感谢啊，因为今天看起来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拿了三个奖项。那是因为常年，其实是应该要讲我们的团队啊，就是戏曲学院训练出来的孩子，他们也成长出来了哈。然后这么多年来，我们就是为了，在相关的这个传承工作，不管在客家八音，还是客家戏曲。甚至进来的所谓的乱弹戏曲啊，那当然，客家八音是我祖父的祖父开始，到现在我第5代。那么其实我在20-30年前我就开始在做这个唱片这一块的那个保存，当时候会有这个保存，就是因为。我祖父去世了，我发现，我大师叔过世以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做保留会有一点危险。那么，当然，也曾经，入围过金曲奖，但是都没有得过奖啊。真正我的手上的八音得奖，今天是第1次。刚刚他们在讲说，18年、17年啊。我自己参与八音的演出，从5岁到现在，将近70年了。但是，其实最主要的是，我很开心的就是这几年我们的文资局，好，当然前几年我们客委会啊，我在这里，我们从刚刚开始都一直还没有感谢到客委会。客委会这么多年来也是非常支持哈。那八音在台湾算是相当重要的一项乐种啊。那么当然之前没有得到奖，表示我们努力不够啊。那么这一次就是因为文资的支持也有相对的是训练出。年轻的这些乐手啊，那对我个人来讲，我上一次我就说过了，我应该是要退居幕后了哈，但是因为世代交替哈，还不是说一下子就把它丢掉，传统的东西就是这样哈，还需要有长辈们哈，或者是。知道的人哦，长期慢慢的把它交代下来，对于我说，我现在我老了吗？看到我的庆芳老师，我就不敢说了哈。我的庆芳叔叔大我10几岁，所以看起来哈，他还没有退，我就不敢退了哈。最后，我还是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阿德啊，您觉得艺术音乐和传统音乐的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差别大家自己想。我们现在赶快颁下一个奖。我们下一个奖是最佳艺术音乐专辑奖入围的有。音乐类最佳艺术音乐专辑奖入围的有提耶里艾斯卡许、城市风景、国家表演艺术中心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璀璨巴赫、巴赫清唱剧、台北室内合唱团、简承轩、杨元硕、东京角城管乐团、乐麦、蜂巢音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极致声响音乐制作工作室、客家新世界、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国家交响乐团。我刚才看到那个封面，每一张都很吸引人呢。真的，所以他们就入围了。我觉得有对不对美感哦，最重要啊！我们看看谁得奖。我觉得入围及得奖，每一位都是最好的 winner。没有，入围不是得奖，得奖只有一位啊。我今天的 partner 有一点状况。OK， 第31届传艺金曲奖音乐类最佳艺术音乐专辑奖得奖的是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极致声响音乐制作工作室。专辑以欧洲古乐与台湾当代创作的对话为文本，透过戏剧性的安排，使不同作品自然衔接，整体策划清晰，曲目安排呼应制作理念，展现完整的艺术构思。我们其实有一大阵仗的20几位好伙伴们，帮我们尖叫一下！我们这个制作真的很不简单。谢谢传艺中心，谢谢评审委员的肯定，谢谢共同制作单位极致艺术戴建、小云古乐团，我自己，谢谢我的音乐家们郑宇、绯闻、诗瑜，还有志贤、旭模、佳话，还有我的作曲家们潘老师、戴建，还有在美国不客前来的施慧老师、林慧老师，你们有没有在看转播？然后还有就是在高雄的中原，然后还有谢谢少廷的录音团队，那个立体声环绕立体声真的非常的酷。还有中卢的影像团队，还有就动画团队，还有世杰艺术我们的新会，然后谢谢北流，谢谢北医大的 MIT 的资颖主任，还有谢谢蜂巢唱片，非常感谢。在这个喧闹又快展的世界，我们希望带来一点从容跟优雅，让诚恳的美声串起你我。这张特别的专辑，我们邀请了演奏、创作、影音、设计等跨世代的台湾优秀精英，在大家同心协力之下，完成这个跨越东西古今传统创新，可说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对话与融合，来为西方古典音乐以及台湾当代音乐留下一点美的印记。8年前，我也是站在这边，今天跟我的团队在一起，更是莫大的荣耀。希望这个奖也分享在每一位正在追梦、跨步向前的传艺勇者们。我们一点都不孤单，谢谢大家。时间已经结束，我简单讲一下，谢谢国艺会文化部一直支持我们传统古典音乐，然后我真的非常感谢我所有的工作伙伴。然后我想要说的是，创作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都很艰辛，然后我们真的要感谢滋养我们这一片土地台湾，让我们可以勇敢的创作。谢谢大家。好，现在是时间是我们的，你慢慢讲。不行啦，赶时间快。然后呢？
我们要来颁跨界音乐，那因为已经时间太超时了，我们就直接进入 VCR 好吗？阿德，他想再讲，没有时间。不是叫我让你好好讲吗？口播再 Q 了，好，我们来看 VCR。好，我们来看 VCR。音乐类最佳跨界音乐专辑奖入围的有《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第1集 The Legitimate Jazz Volume 1，奥尼斯音乐有限公司。春城小唱，蜂巢音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歌仔走七卡，台湾竹俗戏剧专辑，创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海浮梦电影原声专辑，好有感觉音乐事业有限公司。木青回响台湾，台湾索尼音乐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哇，过去几年啊，都在台下当评审，今天在颁奖，哇，特别紧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定会上台。我们好，最佳跨界音乐专辑奖得奖的是。刚刚有练第37届传艺金曲奖音乐类最佳跨界音乐专辑奖，得奖的是《歌仔走七卡》台湾竹俗戏曲专辑，创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恭喜！本专辑融合歌仔戏声腔与爵士即兴语法，重构戏曲音乐叙事，展现传统表演艺术与当代音乐跨界融合的创作特色。哇哦，前几天有一个访谈刚出来，在对谈，我跟柯志豪老师在问说，我们对于跨界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毕竟我们大概从好久以前就开始做这个爵士乐跟戏曲搞在一起的事情，然后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哦，就是其实跨界并不是一个概念，并不是一个理论，而是必须实践在人的身上。所以要有人愿意替我们幕后的人往前走，化身成他啊，跨界才变成是真的。所以谢谢静芳老师出现啊，在我们两个的创作生命当中，静芳老师说说话好吗？感恩吼，我嘛是爱讲台语啦吼，亮颖老师甲小华老师，给我真大的空间。我足感谢有这个机会，给我第2摆上台来补充一寡我拄则无讲的话吼。我想要讲，这个跨界这个音乐，其实非常的。空间非常的大，不过其实一个演员，伊若讲本身伊若是讲对这个音乐若无深入的了解，可能伊无法度去掌握到现场的节奏甲伊的旋律。因为这个爵士就是甲我要讲的是话戏。我真幸运，我是外台歌戏班的做话戏出身的。那么我唱这个做七卡的现场吼，我就是以一个做话戏的概念，就是拢咧即兴啊吼，我甲因拢咧耍啊，伊嘛甲我咧耍，我甲现场的观众朋友的这个互动，就是敢若真相像阮做外台戏，伫咧戏台顶甲观众的迄种的互动，所以呢，迄伫咧现场咧唱的时阵是非常的热烈，非常的好看。迄当阵我甲亮颖老师讲，伊讲伊要报这个金曲奖，我甲伊开玩笑讲，好啊，你报啊，你若真是入围吼，我就请这书来去安尼。
所以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我要感谢所有的评审老师吼，我安尼来，我今仔日爱来实在是真歹势，因为我感觉我太夸张了吼。不过你一定要原谅我，迄是因为当初是，因为阮伫咧伫咧表演的迄个现场咧演出的当下，伊甲我讲要报奖，我讲好啊，你报啊，你若认为我就一心来去安尼吼。人讲照讲爱照行，人爱有信用，袂当我因为讲我感觉安尼出来伤过惊人，我就讲我就无爱装安尼吼。我惊嘛是爱像安尼较少的安尼，留啊淡薄仔起笑安尼装来吼。感谢，谢谢。小豪老师，谢谢。恭喜得奖者，也谢谢颁奖人。所以知道台上1分钟，台下到底要练多久？昌宪呐，哎，你觉得我看起来小时候是喜欢练琴的人吗？应该不用我来回答吧？什么礼貌在哪里？不了，我们咱不确定嘛。确实，我觉得不管学习哪一项乐器，或者是任何一项技艺的人，都知道我们都要从小非常非常认真的练习嘛。那你知道，其实我爸爸他是木工师傅，对，他以前很害怕我在暑假的时候都在打混摸鱼，没有练琴 ，OK， 所以他会直接把我带去工地啊，我带着小提琴跟谱架去工地，对，我在工地就拉一整天，然后他就在旁边听。哇，那我想问一下，工地的那些工人们，听到你在那边练习小提琴，是享受还是想哭呢？一定是想哭哦，想哭啊 ，OK。以前那个时候拉的就是很像杀鸡，你知道吗？所以这边叽叽怪怪，叽叽怪怪，然后那些工人一定觉得说，姜老板，你真的不要再带来了，真的不要再带你女儿来了这样子。哎，昌宪有类似像这样的经验吗？有，因为其实我觉得练就专业一定都要苦练，但是有一次是因为一个音乐剧。川儿，我演歌戏，我感觉没有那个身段基本功看起来有样子，跑圆场、云手3榜，就至少花半年的时间，才有那么一点点样子。那么久？对，而且你看，我还没有讲到，就歌戏那个声调，够那个气口。那个气口也要学很久才有办法。佩服现场的所有的大师。对，非常厉害。但是呢，你就讲说你学过而已。对，我们也没有看你表演，我们不确定是真的还是假的哎。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看一下昌宪表演一段？要吧，要，掌声。不好意思，等一下，我说实在没什么技能，倒立可以吗？哦，倒立，这是不是老招了？哎，就是从影以来就是这招。那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昌宪。来看一下好了。来，我帮你拿着，来，昌宪加油，下去。好啊，昌宪不要再下去了，不要再下去。哇！张宪，你需要休息一下吗？你需要搀扶吗？你看，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非常敬佩在场的所有的大师们，因为这个功夫。
谢谢表演团队所带来的精彩演出，请再次热情的掌声鼓励。欢迎颁奖人，戏曲表演类召集人王丽佳。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王丽佳。看到今年评审团奖的入围名单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会好奇，有些作品没有主动报名，为什么也会入围呢？这就是评审团奖最特别的地方。传统戏曲最可贵之处在于它多元跟丰富的样貌，从外台到内台，从传统经典到创新实验，各有不同的表演形式，也各自展现出它独特的魅力。也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面向的表演，因此我们希望那些长期在不同领域里面持续耕耘，认真的把每一场演出做到好的团队跟作品，都有被看见、被肯定的机会。因此呢，评审团奖它不同于其他的奖项，它是由当届的评审委员根据过去1整年的观察，主动推荐我们认为值得让更多人认识的优秀作品。今年我们也特别公开评审团奖的入围名单，邀请这些入围的团队走上红毯，提前接受大家的掌声与致意啊！因为入围就是一种肯定。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评审团奖入围的 VCR。戏曲表演类评审团奖入围的有英雄制造、艺兴阁掌中剧团、乱弹戏荟萃1天水关收姜维、静美园乱弹剧团。妈吉狂想剧场，弃老山传奇小金枝歌剧团，低俗话本乌犬剧场。换换你哪吒永兴乐皮影剧团想做剧场。今年每个奖项的竞争都很激烈。好，让我们来看今年第37届传统传艺金曲奖戏曲表演类评审团奖得奖的是小金枝歌剧团《弃老山传奇》，恭喜恭喜！借用日本弃老传说，探讨当代社会高龄、失智与长照等议题，叙事、作表呈现皆不为传统本色，在新旧间取得极佳的平衡。真感动，从来毋捌做过梦讲我会徛伫这个舞台上。阮小金鸡创团已经有61年，爸母传落我到这当今，我真努力。每一年其实我拢有一个新作品，我的新作品无入来咱的剧场内底，只是参加伫外面。背后就是有一寡少年人对我。来伫咧行这个剧场，抑阁有伫咧演歌戏、外口戏，
咱的目的上拢是伫咧传承。我真感谢讲，咱金曲奖吼，团结金曲奖，互我这个肯定甲鼓励。我希望父母放互我这个戏班，我一定会更加努力来奋斗，甲伊搁再继承传承落去。那我即摆要足感谢的，就是讲，我身躯边一寡贵人吼，因拢是安尼伫咧甲我相助。咱的蔡艺璇老师是阮的编剧，还个音乐设计是柯明峰老师，还有我们青年的这个导演张敏君，伊是我的驻团演员。但是伊即马伫咱的艺界真出名，我嘛会甲伊放声。伊若有参加讲一寡即个讲剧场的表演，甲我请教，我讲无关系，你去啦。少年人就是爱拍出一片天。我真感谢讲，长期以来陪伫我身躯边，这个戏班的朋友，甲我斗相共，可能一些感言我就在。FB 感谢，没办法再讲下去，真的太感动了，谢谢。但是最后，我要感谢着我的爸爸妈妈，把这个戏班教予我，我一定会完成一个传承，就亲像讲爸爸妈妈因的意愿，留伫这个世间，予大家一个留念。谢谢。恭喜得奖者，也谢谢颁奖人。欢迎颁奖人王金英、小咪。恭喜得奖的团队。老大，喂，你敢是80几岁啊？吼，对啊。啊，你做戏做几年啊？75年啊啦。哦。啊，你想要搁做几年？这个新团哦，实在是足艰苦。我想讲啦，搁做70年就好啊啦。哦，伤咸啦！啊，你拢唔退休哦？阿咪啊，我还搁足侪工课还未做咧，我想要留搁较侪物件咧，所以吼，我拢甲时间来赛跑。不愧是人间国宝啊！讲安尼，你嘛是人间国宝呢。这几年，咱安尼除了演戏。我来写剧本，由你来做导演，我感觉足有意义的呢。这吼都还要互这个有行这条路的人的朋友，不管是少年的也是老的，拢爱加加肯定甲支持。对，所以吼，咱大家拢来拍拼，留搁较侪作品，互大家来怀念欣赏。好的作品呢。都爱加鼓励、甲支持，这就是咱两个哦，国宝徛伫遮的原因啦。对，咱今仔日吼是要来颁奖呢，要来颁一个吼37届团结金曲奖，这个是大奖哦。最佳年度作品奖入围的有咱来看影片吼，好，来看这。戏曲表演类最佳年度作品奖入围的有新传李继文正在动意于栾波丹新传歌仔戏剧团梦在海潮那边唐美云歌仔戏团英雄制造，艺兴阁掌中剧团。来，好，看卖咧，这支就是第二天的秀。
赤子台北木偶剧团。转身到异世界成为嘉庆君，发现我的祖先是诈骗集团——明华园戏剧总团。一个皇帝在南洋，真云灵阁掌中剧团。这尊啊，叫做神马儿，一片土地守护者。阿妹啊，我看这影片哦，敢若逐团拢会着呢。当然啦，迄内面我嘛有演啦。安尼吼，安尼你看会落伫什么人的？我想较有福气的，我手会穿呢。系啊，我唔敢看。第37届团结金曲奖戏剧表演类最佳年度作品奖，讲不出来，你讲出来啦！得奖的是英雄创造。从后台视角展现精彩技艺，并在第4面墙里墙外多重转换，带着摇滚叛逆的精神，打破英雄神话，并重设舞台空间，敷衍了深刻的个人与家族布袋戏史。非常感谢，大家好。阮是来自嘉义市的义兴阁蒋中剧团。我是义兴阁第4代的主演，我叫做王开生。阮义兴阁传承到即摆已经超过70档的历史啊。到我的手头吼，做出一寡较无同款的代志吼。阮爱真正非常感谢各位评审老师对阮的肯定，嘛吼爱感谢真侪人甲阮斗相共，感谢阮英雄制作这出戏这个所有团队的这个人员吼，感谢咱的导演志伟已经得到2支奖啊吼，掌声搁较鼓励一下吼，感谢阮的制作人心怡，搁有嘉燕。感谢咱的戏剧顾问小凯，搁有呢咱一个恩绵，搁有甲我伫咧舞台顶做伙搬戏的演员洪建壮，感谢阮的舞台设计冠霖，感谢阮的灯光设计洪迪，搁有包子泽亮、泽宏，搁有真侪吼，若讲无到较歹势，阮这团也算真大团啦吼，差不多10几个安尼啦，真大团，真正非常感谢阮希望讲布袋戏吼，会当有搁较侪无同款的可能性，会当行入搁较侪人的生活当中。阮咧做戏呢，就是带互大家娱乐，但是最后要感谢的就是所有观众朋友，是观众朋友带互阮娱乐，带互阮力量，多谢大家，谢谢。再次谢谢得奖者，也谢谢颁奖人，谢谢你们，谢谢，恭喜你们，辛苦了。今天晚上我们听到好多种声音的碰撞，每一次的碰撞好像就找到了一条可以一起走下去的路。我们丢你这句话公料真好，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今天晚上从颁奖、串场到每一段表演都在做一件事，就是让传统与创新走在同一条的时空路径上。看见彼此，经过彼此，成为彼此，听起来非常的浪漫。这就是我们这届传艺金曲奖的主题——境界漫游。我们一路漫游，看见裂缝里的对话，看见舞台背后那双隐形的双手。那我们这个组合是不是漫游到这边，差不多要结束，走到终点了？等一下，不能到终点，必须说我们今天凑在一起，算是一个古今融合。古今融合，对，你是古。没有，你是古典音乐，我是财务金融。好厉害！谢谢。很会接。那必须说呢，
昌宪实在是非常有经验的主持人，谢谢所以跟你一起搭配，我非常的安心。没有，你知道吗？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他提出了非常优秀的点子，破下个吹了哎！啊，谢谢大家。所以啊，我们境界漫游从来就不是走向终点就结束，因为境界是终点，也是起点。每一次当我们以为自己达到了一个境界以后，其实都是下一次探索与创新的开始。我们丢了，每一次的舞台上的落幕，都是为了下一次更惊艳的登场。让我们带着今晚这份震撼以及感动，一起走向那个充满无限可能下一个新世界。哇，今天你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啦！非常非常的感动，每一段的表演都超级精彩，绝对会留在大家的心里。对，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那我们第37届传艺金曲奖圆满成功，大家明年见！再次恭喜所有的得奖者，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评审老师们，谢谢各位国宝级的大师们。谢谢评审老师，谢谢部长，谢谢大家。